掌声欢迎大国手。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国手。我一直很向往武侠小说里那种自由浪漫的生活。前段时间我就去摩旅了，从成都到云南，很喜欢云南，因为它自由浪漫，不收过路费。想象中摩旅很浪漫，实际上有点狼狈，因为我的车是4手的，油表不准。出发前我就去修，师傅说这是这款车的通病，修不好可以买辆新车，就给我介绍了一款最便宜的2万6。我心想，我出来修个油表就想让我花2万6。我朋友上次出事修自己才花了1万3，而且车是突然没油才会熄火出事故。我想我多加油不就行了吗？但没想到一上路我就对油量过度焦虑。为了缓解焦虑，我就频繁加油，频繁到什么程度？一路上根本没有风景如画，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就连朋友的鼓励我都当成提醒，他们说大国手加油，我就真的去加油。有次在加油站我大喊，师傅来给我加满，结果加油枪刚伸进油箱就跳枪了，感觉摩托车就嘬了一口。一付钱8块2毛5，师傅都笑了，我好尴尬，我只能自我安慰，他就是没见过这么克制的车，禁欲系大摩托。加完油我就比较放松，看青山，看蓝天，看导航，看错了，绕了很远的路，没有一个服务区，我真的好想上厕所。后来我都有点急了，我想如果我站起来骑，车速足够快，风速足够大，是不是旅途的窘迫他就追不上我？是不是到了目的地衣服已经干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一在路上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吗？是给眼睛自由坏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身体多出来的水分，它总得有个出口。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骑，头皮真的很硬，像是戴了2个头盔。骑到最后我都开始怀疑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人的自由它就是限量的？你在家觉得束缚你憋不住，你出去自由你就得憋得住。哲学上经常讨论精神能不能超越肉体，我一直以为可以，结果发现身体根本不同意。一个人要想走得远，膀胱得空，油箱得满。不过虽然理论如此，实际第4天我哪儿都没去，因为停车没停好，车倒了，我就去抬车，腰闪了。我就在酒店躺了1天，非常后悔，再也不想自由了。我希望有人能把我的自由偷走，把我车偷走。那天晚上我都没锁车。休息了1天之后，我又忍着腰痛继续出发了。这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人能坚持做完一件很难的事情，是因为热爱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往前骑只用200公里，返回去1100。最后终于骑到了，我觉得自己好厉害呀！1300公里骑了整整5天，一般人都骑2天。反正我也骑到了嘛，我就很开心的在朋友家玩了10天。回去的路上我就在那儿算这趟旅程一共花了多少钱，一路上加油、吃饭、住宿1500，坐飞机1500。对，我坐飞机回去的。摩托车托运1800。我好心痛啊，但我必须得坐飞机，因为我得尽快回成都。我在成都有医保，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的腰。一路走来虽然狼狈，但那几天我发朋友圈都是永远年轻，永远奔向自由，下一站。这么发朋友圈是因为我装吗？当然不是，而是虽然我的梦想破灭了，但我要保护别人的梦想，
毕竟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朋友圈才出发的。刚发完朋友圈，成都的朋友就给我发消息：“我好羡慕你呀，你好自由，我也想去摩旅。”我说去，现在就去。什么没有车没关系，现在马上你来云南，骑我的车去摩旅，去成都。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他没有帮我骑回去，因为他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摩旅精神就是这么吸引人，我要把摩旅精神传承下去。什么是摩旅精神？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听起来很抽象，实际很具体，就是二手车转让。自由就是这样，不会消失，但会转移，会过户。过到我这儿已经过了4次了，也就是我就是自由的第4代传人。以后你们可以喊我自由掌门人，当然也可以喊我自由女神。自由之路虽然充满了坎坷，但我现在能说出口的是只能用语言表达的那一部分，还有很多东西是超越语言的，我希望你们亲自去探索。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江湖里面有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可以自己去看”，希望你们也自己去看，大胆的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当然啊，也不是现在，得等我下去，等下一个人上来，你们就走。去吧，去自由。当然一定要记得出发前少喝水。谢谢大家，我是大国手。掌声欢迎海波。来三大战四笑。哎呀，我是海波，我是2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孩子的爷爷。闪开！当爸爸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现在特别像是家里的厨余垃圾桶。我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一些厨余垃圾。我吃的东西特别简单，要么就是我家老大吃剩下的1口米饭，真的是1口，不多也不少，每次都是1口，好像他每次盛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盛的，先把自己能吃完的盛到碗里面，再用嘴巴去锅里面量1口，吐到碗里面，对自己说这1口一会儿留给爸爸吃。要么就是老二吃剩下的几根面条，我也不知道是几根，被他搅得太碎了。要么就是我老婆，哎，冰箱里有个蛋糕你吃了吧，都过期了。孩子非要买，买了又不吃，我尝了1口，难吃死了。你去吃完吧，我就本能的吃完了。说实话，那个蛋糕不难吃，我吃过难吃的蛋糕，不是他买的蛋糕，是他跟小某书上学着做的蛋糕。他做的那个蛋糕闻起来是榴莲蛋糕，吃起来也是榴莲蛋糕，但他做的是草莓蛋糕。陪孩子出去吃饭，我从来都不点吃的，但是每次我都能吃饱。明明是他们2个点了他们2个要吃的，结果我们3个都吃饱了，还没吃完。吃饭之前他们还问我，爸爸今天你想吃什么？我说你没剩什么我就想吃什么。爸爸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吃？因为你们什么都喜欢剩。我这么感动啊！我也觉得好幸福啊。这几年我吃的最多的套餐就是儿童套餐，我当儿童的时候都没吃那么多，吃到我现在都有点返老还童了。你看我现在长得是不是有点鹤发童颜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是不吃的，吃生煎的时候他们只吃里面的肉和底部煎黄的皮儿，我吃剩下那些皮儿，还有一些汤汁、肉末、芝麻，我吃了生煎的所有成分，但我就是没吃到生煎。吃披萨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吃最外面那一圈，他们2个吃披萨，
我跟着他们吃披萨的周长。你知道现在我有多厉害吗？我回家把他们剩的披萨吃完，我能在肚子里面算出来这是几寸的披萨。但我吃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种披萨。我还不想浪费那些零食或者饮料，我知道我的父母更不舍得浪费，但我不想让他们吃。他们吃了一辈子苦，我也不让他们吃甜的。所以我吃到现在我都喜欢吃了。我经常在心里想，幸亏他们没吃完，我才能吃得上。有时候我问他们这些剩的你们还吃不吃，他们说吃，我很失望。我不该问他们，我该直接吃。家里那些带果粒的酸奶饮料，他们把酸奶喝了，把果粒留下了。你很难评判那个果粒它脏还是不脏。你说它脏吗？它上面干干净净的，一点酸奶的残留都没有。你说它不脏吗？它上面一点酸奶的残留都没有。他们平时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形状是个小蘑菇，上面蘑菇头是巧克力，下面是饼干，它是一个巧克力饼干，我管它叫饼干。这只桌头啊！我吃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巧克力那一部分，他们吃的方法跟吃棒棒糖一样，把巧克力那一端放在嘴里面，不停地舔来舔去，舔来舔去，舔来舔去，直到把巧克力舔得干干净净，把饼干吐出来，完完整整。经常在吃的时候，我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妈妈，我只吃巧克力，不吃饼干，不是给你爸爸吃。爸爸，你过来一下。我从来都不过去，我过去就要吃他们的口水，我不想吃，每次我都是等饼干晾干了。那样吃起来更脆一点。阿甘正传里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他能吃得上巧克力，他就是没带过孩子。我的人生像一盒巧克力饼干，我知道巧克力什么味道，但我永远都吃不上，这才是我的人生。我家里还放了很多舔完夹心的夹心饼干。哦。我吃的时候也没有中间那个粒，好在那些喝完酸奶剩的果粒正好有多的粒。我都是2个嗷嗷饼干夹着酸奶的果粒一起吃。嗷嗷的广告语叫什么？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我认为不完整，必须要加一句：饼干吃一吃。而且你最好明确一下饼干谁来吃，谁舔到夹心谁来吃，不要留给爸爸吃。不要留给爸爸吃这句话应该出现在所有零食包装上面，不然他们都以为我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这样下去，很多年之后，等我老了，过生日那一天，他们会给我做一个大大的蛋糕，最上面一层巧克力饼干，没有巧克力；最下面一层嗷嗷饼干，中间夹心是果粒。我拿一个饼干放在嘴里面，一边吃一边回忆，真好，还是你们小时候的味道。好，谢谢大家，我是海波。掌声欢迎小四爷。加油，老四！谢谢。1年没见了，朋友们啊，去年上了节目，现在生活比之前好一些了，但是穷了这么多年，怎么说呢？落下病根了啊！现在在花钱这方面，我感觉还是像以前一样，1分钱都不想多花，所以我对性价比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
这么说吧，你们可能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即使花在刀刃上，也希望它是把双刃剑。我要是不小心把钱花在刀背上，我就会把刀刃放在脖子上。而且我觉得钱怎么赚的就应该怎么花，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应该辛辛苦苦花，对吗？但是追求性价比的路困难重重，你们也知道，商家会想很多套路多赚我们的钱。就拿买抽纸来说吧，他们经常给我们出一些数学应用题，90抽24包的跟110抽18包的。你很难直观判断到底哪个更划算，对吗？你以为用价格除以一共多少抽就行了吗？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抽纸的层数还不一样，对吧？有些是一抽3层纸厚，有些是4层厚。我以为4层就已经够厚了，没想到还有6层加厚的。6层加厚的感觉不像是擦身上的，像是盖身上的。太有生活。我得算出来1层纸多少钱，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那你又上当了。哎，我那天看到同品牌的抽纸啊，一个是一包110抽，一个是120抽，价格居然一样。哎，这肯定有猫腻啊！我仔细翻看商品详情页，终于发现了，宽度窄了6毫米。这日子过的，他就故意找茬的，可这就是去超市里。我很无语，原来抽纸也是分大小尺码的，他们会把抽纸分成 S、M、L 3个尺码。但你要说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衣服分尺码我能理解，但抽纸啊，大家嘴差距这么大吗？国家标准并没有规定这3个尺码到底是多大，他们自己乱分，很烦。乱到什么程度？我看到有些品牌的 M 码还不如另一个品牌的 S 码大。我问客服为什么，客服的回答一点都不内耗，他说咱只跟自己比。我不能理解一个抽纸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尺码，真的有人需要吗？抽纸真正有用的不就是中间的部分吗？不管多大，只要别做成甜甜圈的形状，我都能用。他们总是乱出尺码，像我这种节省的人，真正需要的尺码，他们从来都不会推出，对吗？比如半张纸，有些有点的，我们觉得半张纸就够了，对吗？甚至4个拐角就够了。当然我也不是多节省的人啊，我见过最节省的人是我奶奶，她擦油点子用馒头。你们有没有发现，抽纸厚度、宽度、长度每个维度都不一样，把我逼的，最后我要是想算到底哪个更划算，最后我只能像买房一样算每平方毫米抽纸的价格。算出来已经是小数点后8位了啊！每平方毫米我力省0.00000002。哎，不要觉得这点钱没必要，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查了，这些商家费劲巴拉出这么多款迷惑我们，就是为了多赚这点钱。结果被我发现了，他连这点钱都没赚到。这要是之前啊，攻略做到这我就买了，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比价软件，它能显示商品的价格走势，还有历史最低价以及什么时候出现的。哎，自从知道历史最低价以后，我就只想以最低的价格买它，因为我已经见过了最好的它。而且知道最低价以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跟客服砍价心里也更有底气了，因为我知道它能更便宜啊。我之前买东西嫌贵，跟客服砍价心里都没底，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便宜啊。我只能把线下砍价的话术照搬到线上，我说你再给我便宜点我就买了。他说不能再便宜了，我说你不给我走了。他不理解，发了一个问号。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张从这个软件切换到拼夕夕的截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最低价了，跟客服说话明显更硬气了啊！有时候等不及了，我也会主动出击。我说你这价格不对呀，你再给我便宜点呗。客服说之前没这么卖过。我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一遍啊。需不需要让我提醒你4月12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个价格，但那天价格已经过去了。我说虽然那天价格过去了，但我是从那天过来的。买东西我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商品它的历史最低价经常出现，经常出现的历史最低价，那能算是历史最低价吗？那不就是日常价吗？这样的历史最低价太糊弄人了，我不会买的，而且买起来毫无难度。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创造历史。我去问客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优惠，客服回答的很干脆，说没有。我说我想创造历史啊，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他说什么一笔啊？我说穷的一笔。我这样买抽纸绝对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划算的，我见人就分享。前2天有个演员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方法我用不上啊，因为我是某某平台的会员，我可以每天都只花1分钱就领到一包纸。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会员，你都领了1年多了，我天都塌了。我赶紧去找平台客服，我说之前没领是因为我觉得一包一包领太麻烦了。你一次性全都补发给我吧。客服拒绝了我彻底疯了，我开始恨那个演员。我说谁让你告诉我的？你家是不是有很多纸啊？你还给我。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掌声欢迎粽子。大家好，我是粽子。我是一个山西人，我爸以前是一个煤老板，现在是一个山西人。1997年，山西全省煤矿数量高达1万余座，我爸春风得意，赚到钱之后就开始给家里换东西，换车，换房，换老婆。我爸觉得在外面应酬，找个年轻漂亮的，有面子。山西人就是这样，好面。我妈当时有预感，就假装是别的女人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接起来，喂，老婆。我妈说，算你有良心，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我爸说，哦，是你啊。当时爸妈很忙，就把我放到我姑姑的单位里，是一个歌厅。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家歌厅是正规的。在那儿长大严重影响了我的身高，因为长个子需要晒太阳，但我长大的地方有点见不得光。我当时一放学就会去歌厅里写作业，在那个环境里，我知识都学杂了，歌声、笑声、划拳声，声声入耳。红酒、洋酒、葡萄酒，99乘法表。第2天老师抽查古诗，他说生当作人杰，我说死了都要爱。非常尴尬，但最尴尬的是碰到熟人。我们那个城市非常小，
我有一次在歌厅就碰到了班主任，当时我们两个都愣了。他问我在这儿干嘛，我说写作业。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家访。那是我见过最敬业的老师，家访了一整晚，走的时候嗓子都哑了。我当时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歌厅里的漂亮姐姐，她们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人很热情，经常陪我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呢，我也会耐心地辅导她们。我要是写完作业，他们还会教我玩游戏，我学的也很快。第二天上课，老师问6乘以6等于几，我说开了。老师很生气，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检查我作业，我说忘在歌厅了。老师更生气了，让我叫家长，我说家长也在歌厅。当时整个办公室只有班主任相信我，但他又不敢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下周我去做个家访。我在歌厅里最好的朋友是芳芳姐，她的工作呢是陪客人唱歌，但她真正想当的其实是歌星。经常有人笑话她，哪个歌星天天陪别人唱歌呀？曾毅吗？为什么？而且他唱歌也不好听。小时候其实我不理解，像芳芳姐唱歌难听也可以当歌星吗？最近我理解了。我很喜欢芳芳姐，她对我很好，可以说她是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我甚至想成为芳芳姐。学校不让谈恋爱，不让染发，不让打耳洞，简单来说就是不让我成为芳芳。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风光，每天都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在台上唱歌，像迪士尼里的公主一样。我写作文，我的理想是当公主，像芳芳姐一样。芳芳姐看完之后赶紧教育我，她说虽然一晚上就能赚很多，但只能做几年，30岁就退休了。我更想当了。芳芳姐说，姐希望你能出淤泥而不染。我说姐，这啥意思呀？芳芳姐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李白说的。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芳芳姐是没有退休金的，而且这个工作呢也不风光，歌厅是娱乐场所，也不是娱乐圈儿。听了芳芳的话，我就继续看书，但看着看着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歌厅的装修非常浮夸，金碧辉煌，在秃头叔叔的反射下更加闪亮。包厢里每天有多少叔叔，就有多少灯球。老师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一抬头发现自己就在黄金屋，黄金屋里全是书。叔叔还会跟别人夸我，说这个小姑娘长大之后肯定有出息，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学进去。他不知道，其实我没学进去，叔叔比我厉害，他没学，直接进去了。有一天芳芳偷偷告诉我，她说她攒够钱就要离开这儿，她要去南方，南方机会多。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说的南方是河南。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哦，后来我又碰到过芳芳一次，她老了，沧桑了很多，芳芳变得圆圆的。我差点认不出她，但她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因为我和5年级的时候一样高。她拉着我的手问我：“你上大学了吗？”我说：“读研2了。”她叹了口气，说：“哎，你还是得上大学呀。”哎，我说：“姐，你还记得出淤泥而不染吗？”她说：“记得呀，这不是李白说的吗？”我说：“不是，芳芳说的。”掌声欢迎可以靠脸吃饭的扑面而来岛主。脱口秀就这么简单。长相就是我第一个段子，谢谢你们，看得出来你们很懂喜剧。我们直接开始吧。开洗啦，开始洗啦！大家好，我是岛主，我是个有广西口音的海南人。哦，我是热带长相，很多人觉得我长得丑。没来说脱口秀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长得丑，因为在我们村，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有时候搞发型、照镜子呢，哎呦，我还觉得小帅的嘞。有点像5条人科。打扮有点像，对，人科反正开心。我这个长相在海南讲脱口秀没人笑的，因为我在海南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海南人，但我一出海南，我就是个先天喜剧圣体。我第一次来上海讲开放麦，还没说话，大家就笑了。走出海南，我才知道，我就应该去外地讲脱口秀，家丑就应该外扬。脱口秀界好久没有这种紫微星下凡了，是时候给内娱一点小小的震撼了。有人说岛主是志胜哥哥和广志哥哥合体，我说原来广岛之恋的岛是我呀。因为长相我得不到尊重，有观众发 rap， 光众说我是偷电动车人呐、我没有偷过电动车，但我的长相很难让人相信我合法拥有辆电动车。我说我没有偷过电动车，他们说你偷是电瓶。好尖锐。我甚至演过普法短剧，
电瓶仔的结局。导演让我演失主，施主，哦，施主，这也需要翻译吗？失主就是丢失电瓶的主人。没戏没戏，节目播出会有积木的。积木会有积木啊，给你打起来。这个导演真的很懂喜剧和悬疑。观众看完我的短剧之后，都觉得是我偷了自己的电动车。我这长相真的经常得不到尊重。天降，我去机场，不小心走到贵宾安检通道，工作人员只看了我一眼，先生，经常在那一边。他都没有看见我的机票啊，怎么他有透视眼，然后看透我是个穷人，穷人也是我们海南人的简称。哦，穷，啊穷，因为长相和口音，没人把我当海南人。经常有人见到我以后，你好像广西的，我说我越南的。出门在外，身份自己给。我想当哪个国家人就当哪个国家人，但我的长相只能局限东南亚国家。我去东南亚旅游，他们都让我走本地人通道。我说我是个海南人，很多人感觉我家里有熟完的椰子。谢谢你帮我翻译。他说蝎子呀，椰子，椰子，我从小喝到大。椰子，椰子，喝多了就长我这样。还有椰鸡直播间的主播也该是我这样的，椰鸡代言人也该是我，没人比我更合适。我会爬椰子树，我会摘椰子，我身上穿的是椰子，正宗椰鸡就该正宗海南人代言。徐东东只是个东北人而已。东北人不止抢走我们海南三亚。我想代言椰鸡，广告语都想好了。椰子树，我从小爬到大。椰鸡，我从小喝到大。他一上来就摆这个就武装了。来了，钱不钱无所谓，主要想代言。如果不来找我，我就说椰鸡喝多了就长我这样。我身上穿那种衣服叫做海南岛服，我每天都穿，他们都以为这是我的皮肤，他们还担心我呢。岛主，你这衣服只能是夏天限定，你冬天在上海穿什么呀？我的冬天谁要住你们上海啊？我这次来上海就背一个书包，书包只有7套这种岛服，随时准备跑路。今天骑电动车来的，你们有个人可能要走路回去了。丢丢丢丢，谢谢你们，我是岛主。
掌声欢迎 TZ。铁子，TZ 是不是铁子的意思？OK 啊，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TZ。我家收废品的，就小时候我爸经常会从废品站给我带回他说到的玩具，就导致我从小家里玩具又特别多。就我每次想买新玩具，我爸就说你等一等，别人的玩具早晚都是你的。但这些玩具我只敢在家玩，我从来不敢带到学校去，你知道吗？因为我怕我同学看到，越看越眼熟。基本上衣服也都是收来的，有些衣服真的非常劣质啊，但是上面的 logo 非常大胆，都是什么 LV、爱马仕、范思哲，我家人都不懂，给我穿到学校去。偏我有个同学，他家里特别有钱，而且他知道我家是收废品的，他专门过来问我，啊你怎么穿这个呀？这是那个范思哲的。我说穿我身上就是我的。我差点当场跟他吵起来，我说你把范思哲叫来，他自己都不要了。很多人真的会问我，他说你家收废品哦，那你家是不是说特别有钱？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小时候我们家一般用不到钱，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收来的。这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特别需要一个台灯啊，就我求了我爸1个礼拜，最后我爸终于答应我，他说台灯是吧？行行行，我这两天帮你留意一下。对，到了跟你说啊，到了跟你说。我当时就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家那些电视机、电冰箱都是我爸辛辛苦苦从外边给我留意回来的。我感觉我爸好厉害呀，就家里缺什么，他说我留意一下，就有了。真的，我有时候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我说是不是我爸的意识决定了物质啊？我跟你说啊，就以后谁要敢做空黄金，我说你等着，我让我爸留意一下。所以我们家现在用什么呢？就取决于你们家之前用的是什么。啊，我们家现在过的就是你们家10几年前过的生活。我最近听到很多人在说特别怀念以前经济上行时期的红利。我说我们家现在正在吃。对，你们要是来我们家，我就送你我们家现在最流行的玩具福娃欢欢。还在更新中。拉布布也有，但是要等一等。冰墩墩正在路上，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爸一直跟我说嘛，说虽然咱们家收废品，但是咱们家就堂堂正正的。所以当时班里边发那个家庭信息登记表，就父亲的职业那栏，我直接填收废品。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丢人，没想到我爸看完他觉得丢人。他说你干嘛这么老实啊？咱们家做废品生意的，你直接填老板。我不敢填老板，最后我填跟老板意思差不多，但是稍微小众一点的，我填的是资本家。填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啊，我要专门找当时高年级的学长借政治书找资本家的定义。看到第一行我就放心了，因为书上说的特别清楚，他说资本家浑身上下都是肮脏的。我当时听感觉对上了，而且我从小就穿别人穿剩的衣服，玩别人玩剩的玩具，这就是资本家最喜欢的剩余价值，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我们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去，说你这种情况，你应该要填个体。就我们班总共也就3个个体吧，但我们互相都认识，而且我们特别团结，因为如果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就是一个联盟，3体。跟你说，就如果有人来问我们说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我们的宗旨都非常统一，就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每次其实最烦的就是他每次填完那个表，他要传到最后一排，然后收上去，你知道。我不想暴露我3体人的身份，尤其我当时后边坐那个女生，我特别喜欢她。
他一直催我，他说你那个填好没？填好赶紧传过来。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了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我说那个一会儿我来收啊，一会儿我来收。其实这个小时候真的觉得收废品挺好的，因为小时候我爸总是跟我说嘛，他说你看你以后要是成绩不好，对吧？你不好好学习，你没关系，你看咱家还有个废品站，你以后还能继承家业，你还能收废品，多好！但我越长大发现到越不对劲儿，因为我发现老师总是拿废品站去骂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就每次上班会说你成绩这么差，我说你成绩这么差，你以后收废品去。我当时一听我心里都慌了，我怎么什么人都能来收废品啊？不是我爸干20多年我不好学习我才收废品啊，你也收废品啊？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实话，就是一般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果你现在要去收废品，你根本收不过我，因为我爷爷就是捡破烂的。我爷爷有3个儿子，就我大伯、我二伯和我爸，现在全部干这个，而且他们3家的那个收购站就开在一条街上，就毫不夸张，就那条街上，但凡一个矿泉水瓶子，它只要落到地上，那就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这个瓶子他姓T。那个街上的垃圾分类它只分3类，就是我大伯家、我二伯家、我家的。而且我爸从小就会带我出入一些你们接触不到的圈子，带我结交一些人脉，对，带我认识一些保洁的孩子、保安的孩子。就我们3个家族在一起，就是这个废品行业的峰会。我跟你说特别关键，就以后保洁的孩子长大，他发现哪里有垃圾，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开着我爸的3轮车到人家小区门口，保安的孩子只会让我的3轮车进去。就是因为这些父辈搭建起来的友谊，导致我们以后的孩子还能继续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可以说是铁板一块。对，你现在外边谁说想进来收废品，打都打不进来啊！我们就是拉布什柴尔德家族 ，Rubbish Child。太好笑了！废品之子。然后呢，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家族下一步的这个动向啊，就是我们那个废品站周围3个小区的物业最近要换届了，我们家族也是筹集了一笔选举资金，准备影响大选。你可恶！你可恶！你可恶！推举3个符合我们家族利益的物业经理上台。对，这个物业经理他想要上台，他必须符合我们拉布什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上次有个观众听完，他特别生气，他说：“你们以后要这样干的话，以后我们要抵制收废品的孩子继续收废品，没有用。哦，因为以后都是我去干保洁，保洁的孩子干保安，保安的孩子收废品。就因为我们资本的勾结都是非常肮脏的。”就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巨额的垃圾正在被悄悄的转移。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说不好好学习就要去收废品了啊！你们还是好好学习吧，因为你们呢没有选择。啊，这个我爸从40年前从地上捡起来第1个瓶子，就把我这辈子的活都干完了。好，谢谢大家，我是 TZ。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刀。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大刀。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知道别人讨厌你是什么时候吗？每一次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有观众在心里面想，没有人会讨厌我呀。我想说，当然，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
被蒙在鼓里。我第一次知道别人讨厌我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的朋友在我家睡觉，睡觉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刀你知道吗？班上好多同学都挺讨厌你的。我说怎么会呢？我人缘不是挺好的吗？班上的同学吃什么都会给我吃一口。他说因为班上的同学吃什么你都要吃一口。我就想起很早很早之前我去找他玩的那个晚上，那时候我们6岁，他的外公带来那晚上做了一顿烧鸡，我在我6岁以前的人生没有闻过那么香的鸡。我就站在那儿看他们2个吃。一口都不给我。我就问我朋友，我说这鸡好吃吗？他说好吃。我说是特别的好吃吗？他说特别好吃。我朋友6岁，他不给我吃，算了，他不懂事儿。可他外公80岁了。也不给我吃。我当时想，难道不懂事才是长寿的秘诀？但是你在小的时候知道别人讨厌你，你还是很难过，对吧？那天晚上我流了好多眼泪，我就默默祈祷，我说小学快结束吧，快上初中吧，上了初中我做一个不嘴馋的人，就不会被同学讨厌。可是上了初中还是有同学讨厌我。初中新学期开学，妈妈带我去买了一双新童鞋，那双鞋太好看了，我当时就决定这双鞋我穿到大学毕业。晚上兴奋根本睡不着，我想怎么办呀？明天就要去学校了，他们该多羡慕我有这双鞋。我妈走进来把我鞋甩了，说正经人谁穿鞋睡觉？好不容易等妈妈睡着了，我就从床上爬起来，把我的新鞋穿上。我就在客厅走啊走，走啊走。哎呦，我讨厌客厅的凳子。我又继续在客厅走啊走，走啊走。第二天早上醒来，妈妈说梦到去世的祖母了。我说梦到祖母怎么了？她说梦到祖母在家里面散步。终于可以去学校了，我怕同学注意不到我的新鞋，我就把我的腿伸到过道上。新鞋实在是太夺目、太闪耀了，绊倒了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班主任。那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接触半导体。坐我前面的同学终于注意到我的新鞋，盯着我说：“王大刀，你这双鞋怎么这么土？”我说：“因为刚刚很多人踩到了。”后来他拉着好几个同学一起削我的鞋，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下课的时候我去后排倒水喝，他们过来把我围着说：“王大刀，你的头怎么这么油？你从来不洗头吗？”先说我的鞋主，又笑我的头油，说我鞋丑就算了，我炫耀，我活该。可我头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找了个油头。终于熬到了放学，我就背着书包走在路上，他们又跟在我后面，说：“王大刀，大刀，大刀，你怎么哭了？大刀，对不起，大刀别哭了，丑人是不能流泪的，丑人流泪就更丑了，丑人流泪就更丑了。”我只能嚎啕大哽咽。
哇，冷到我都不能流泪，我只能做一个干燥的仇人。可是你们知道在青春期的时候被同学说丑是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吗？哎，你们知道吗？很残酷，因为那个时候说你丑，你应该就是真的丑。但我大概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了，好像做什么都会被同学讨厌。一直到我上初二，我开始学会使用 QQ， 我在网上认识了网上的第一个好朋友。他当时问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诗怡。诗歌的诗，好听吗？好听。我们班语文课代表的名字。我为什么告诉他我叫周诗怡？因为周诗怡听起来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我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李小龙。李小龙这名字也没多好听，他怎么敢就直接说了出来？李小龙老师跟我们抱怨，他说他是他们当地小镇一个帮派小有名气的老大，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中有很多女孩都想当他的女人。我说哦，把你照片发我看看。他发过来了，和他3个帮派小弟的合照，4个杀马特。14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张照片，要说他们丑吗？可是我又看不到他们4个的脸。李小龙说你长什么样？我说我长得丑，我长得不好看。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我这个发型？我说不行，会挡到后面同学听课。被笑头油那天我真的很难过，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录我的 QQ。李小龙终于注意到我的在线状态变为了请勿打扰，他就发来消息问我，他说你心情不好吗？周诗怡。我说对，他说你怎么了？我说班上同学笑我，他说他们笑你什么？我说他们笑我的头。他说别人也笑他的头。我心想那我们2个还是不一样的呀，我的洗一下就可以了。我说那别人笑你，你怎么办呢？他说哈哈哈哈，那正是我想要的。笑声就是一种关注，你的存在太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忽略你，就只能笑你。天哪，那一刻我感觉如果李小龙跟我是同班同学的话，不会有同学再笑他了，不会了，会直接打他。在跟他聊完之后，我的心情也没有那么难过了，但在班上也没有那么敢做自己。但是你们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动的人。有一天放学路上，我实在是没有忍住，我又跳了几步。同学看到说：“王大刀，你怎么又在路上跳舞？你不知道你很怪吗？”天哪，这句话太让人心碎了，因为我小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我自己怪怪的。我怪吗？到家之后，我又马上登录我的 QQ。李小龙说：“你今天的头还 OK 吧？”我说 OK 啊，但我今天在路上跳舞了，同学说我是个怪人，我怪吗？他说只有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才会觉得跳舞的人是疯子。天哪，李小龙太哲学了！10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是尼采说的。我记得我那一个夏天几乎每一天都在跟李小龙说话聊天，我们说了好多好多话。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哎，我好像喜欢你。”我说：“我好像是谁啊？”我当然没有接受他的喜欢，因为我不是周诗怡。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掌声欢迎杨鑫。大家好，我是杨鑫，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已经结婚很多年了，跟老公是相亲认识的。因为我价值观比较正嘛，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钱最好是一开始就有。有人认同我吗？满满的正能量。
认识没多久，我问他：“哎，你感觉我怎么样？感觉你长相一般，有点肥。”我心里想，你自己长得像个偷油婆，偷油婆就是蟑螂。但是我忍了，因为我重感情嘛。没过几天，他约我去看电影，电影在播放之前，屏幕上就在放苹果 4S 的广告。我当时没忍住，说了一句：“哇，好漂亮。”他说：“像你这样贤惠的女人，应该不想要这个吧？”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想要。”但是我嘴上却说：“就是有点贵。”他说：“那我送你一个。”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什么时候？”但是我嘴上却说：“什么时候？”太妙了。他说：“你不是马上要过生日了吗？就当你的生日礼物。”接下来电影放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满脑子都是再一次改变世界。苹果 4S 的广告词。没过多久他就来了，吃完饭第一时间带我去了苹果专卖店。我们仔细的选了颜色、款式，他问了容量多少、价格多少，以及出口在哪儿。他没有跟我买就拉我出来了，当时脚就走不动了。我心里想，最多过了这个红绿灯，我就要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先回去了。但是在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间塞了个东西在我手上，我一看，但是是个裸机。我说怎么连包装都没有啊？在哪里捡的？他说不是捡的，买来就这样。我知道了，不是他，难道是别人？但还是很激动，我就急着回去研究这个手机。当我回去之后，我才发现他给我的是个高仿机。我为什么知道是高仿？你打开那个界面，苹果的 logo 是个整苹果。没被咬过一口。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买到假手机了。他说绝对是真的。我说如果是真的，我给你买8个；如果是假的，你去给我买个真的。他说好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专卖店，还没进门口，眼尖的销售人员一眼就认出是假的。我至今还记得销售员脸上那个震惊的表情。他说美女，我们苹果手机上没得触摸笔。他还是很说话算话，就给我买了个真的。这下轮到我心里不安了。我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妈妈。我妈妈说，你问一下对方是不是想追求你，如果不是，你不要接受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妈这个观念她是错的。你就应该把那个手机拿了你揣好，你要有配得感。但是我跟他打了电话，我说我妈让我问一下，你是不是想追求我？他说你不要想多了。我说那我妈让我把这个手机还给你。他说没必要。我说好的。但是我始终都觉得心里不安，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果然没过几天，他又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但是这一次他跟以往都不一样，显得特别的扭捏。我心里在想，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哈，喊老子还手机，老子不得还的。他说你能不能当我的女朋友？我心里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之前嫌我丑，现在送了个手机给我，你想拿我什么东西走？你想玩弄我感情，我让你现原形。我说这样，如果你确实有这个诚意，我们就跳过恋爱环节，直接领证结婚。我谅他不敢。他说好的。
这话又是我自己说出来的，我们就约好周一去领证。到了周一那天，我假都请好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妈说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太仓促了？他绝对在撒谎，我断定他妈根本就不知道仓促这个词。我去跟领导请假的时候，领导都惊呆了，他说朋友都没听你耍，你跟哪个结婚啊？你人生大事要经过思考哦，你看起来不像这么草率的人呐。我假是请到了，但是我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形象给毁了，那是我多少年打下的人设，都怪他。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信念，这个证今天怎么都要领回来，你就是先跟老子结婚再离婚都要的，你要付出代价，谁让你说话不算话？我就开始骗他，我说这样，你把户口本带上，你先出来，你出来，我们今天只聊天，不扯这儿。他出来了，20几岁的男孩子，单纯又好骗。我记得在民政局附近一个广场的石凳子上，我花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时间，用尽了我26年以来积攒的所有销售话术，把他的脑壳洗通了。他抓着我的手就往民政局走，但是快要到门口的时候，他又迟疑了。还好我做过销售，我敏锐的知道该逼单了。我说你看，来都来了，你即使是不跟我结婚，你要跟其他人结婚嘛？你提前去熟悉一下那个流程，对你又没什么损失。我们就在门口看看，不进去。半个小时之后，证领出来了。他踏出民政局的门口，就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啊，我好像上当了。”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丝窃喜，后来我才知道我才上了大当。都说高端的猎手以猎物的形式出现，我死都没想到他以偷油婆的形式出现了。领证没多久，他就开始惦记我的工资卡，但是我并不生气，因为人要将心比心嘛，我早就惦记他的了。时间久了之后，他问我，他说：“哎，你能不能不要老把心思花在怎么从我身上挣钱？你去外面把钱挣回来好不好？”我说：“你在说什么呢啊？我每天跟你睡在一起，我都挣不到你的钱，外面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去挣人家钱嘛？”他说：“为什么湖北女人的优良传统你一个都没继承？”我说：“是谁在造谣？女人的优良传统我全部都有，小到洗衣做饭，大到 IPO 上市我都会。关键是你工资卡都不给我，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对吧？卡拉嘞。”我就这样在这些年用这些方式解决了他的非常多的疑惑。今天来的时候，我闺蜜在跟我打电话，她说一心超持家，老公还嫌她，让我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我说问题就出现在你太能干了，你什么都要做，做了你又要抱怨，你的功劳都被那个嘴巴给抵消了。你家里有那么多的物件，你的手不要老是去拿那个拖把拿锅铲，你去拿鼠标刷具，拿化妆笔化妆。他说那家务不做吗？我哪里在说家务不做嘛？家务肯定要做，家务你留到你老公下班回来你再做，你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你做通宵都可以。你要做到他看着都心疼，迟早有一天他会说：“老婆，你不要做了，你过来睡觉嘛。”你说我不，我要做，我要收拾这个家。谢谢大家，我是杨欣。风心彤带来他的音乐脱口秀。嗨，大家好，我叫风心彤，然后我今年正在上高3。谢谢。今年呢，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关于学习，关于爱情，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就讲讲我的18岁这一年。那是我18岁生日的那天，不敢相信我已经成年。我走进校园，就听见我的同学给我唱生日歌，即便他们五音不全。那天正当我们唱得热火朝天，窗外突然出现一张老师的脸。我正想道歉，老师却问我生日许的什么愿。我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能少见您几面。这就是我不想复读的18岁那年。我们年级分为3个班，我跟长辈说我在 A 班，我也没撒谎，我只是选择了隐瞒。剩下2个班是 A 加班和 A 加班。因为我的学习一般般，所以我请了位家教，他很有经验。无论什么题，我只要问他，他深度思考7秒就能给我答案。但后来因为使用 AI 被发现，我被停学了1天，为此我伤心了半天。老师，你怎么只给我停1天？我是真的不想去上学，那些数学公式学了就是消耗时间。直到上次在密室逃脱要解3角函数，我求了半天，终于求出来一个工作人员。我还真的讨厌跑800米，1个月跑8次，真的想逃避，我赶紧给 AI 发消息，你说人到底怎么才能1个月来8次生理期？这就是我期待月经失调的18岁那年。我18岁那年还经历了失恋，还记得那通电话，在我表白的那天。接通之后，我鼓起勇气说，其实那个我一直都很……他说不需要，谢谢。我甚至没有机会失恋，我只是被当成了诈骗。算了，反正他这人也很肤浅，听说他要去国外读中文专业。我最讨厌的城市是香港，因为他喜欢的人来自香港。我这个暑假正好要去迪士尼，我要去上海、巴黎、东京、洛杉矶，猜少了哪里？这就是我不会再爱了的18岁那年。不会再爱了，不会再爱了还行。哎呀，转眼我就要毕业，很多事还没来得及实现，很多照片还没拍，很多误会还没解开，很多必读书目还没买。听说后天就要拍毕业照，我和我同学商量了很久，是做美白还是抗老？但还是希望拍照的日子能够晚点到，因为我查了一下，不管什么美容项目都要1周才起效。又老哭了。我的老师，这3年我学会了很多，这一切都归功于我自己在外面补课。我的同学，这3年我跟你最要好，因为每次我没考好，你总能比我考得还糟糕。我的老师，全校我最喜欢你，因为你从来都不怀疑我交给你的手机是模型机。我的同学，咱俩特别有默契。一道题，如果我说选 C， 你说选 D，
那答案肯定是 A 或 B。怎么这就要毕业？很发愁，到底怎么选专业？算了，不重要，反正听说学啥都赚不到钱。如果非要让我选，我的第一志愿会选王冕。但我不是蹭他哦，王冕在我心里是巨星。我第一次看王冕还是6年前，妈呀，12岁，当时还感觉离他很遥远，直到前2天我俩刚刚见了面，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遥远，我就只比他高一点点。但恐怕未来我俩只会越来越遥远，因为我还能再长不止一点点。年轻真好。我的18岁那年，终于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终于可以不再靠父母登录游戏界面。我的18岁那年，后悔有野心，但却不够勇敢。如果当时能多看你一眼，也许就能抄到正确答案。我的18岁那年，后悔因为贪玩请了太多假。好吧，其实这个我不后悔，我只是升华一下啊。我的18岁这年，依然觉得未来很遥远，但我的一位内容导演跟我说，18岁也离他很遥远。他说他的巨星是 SHE， 我问他，那48个你最喜欢谁？我又问，那你最喜欢他们哪首歌？他说，你曾经是少年。谢谢大家。有请郑宇潇。我是郑宇潇，你们好吗？掌声送给郑宇潇，然后同时我们也要请冯欣彤回到台上。冯欣彤和郑宇潇会是一个什么票数？请看。冯欣彤170票获得了这一组 PK 的胜利。来，两位回到各自队友的身边，我们等着下一组1v1的结果。加油！挺好！马上请到台上的又是大家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一个组合脱口秀的漫才朋友，荒岛人气王。好，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谢谢，我是乔毅，我是熊晓峰啊，非常开心又回来这个舞台。对，去年确实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有点过于短暂了啊，不过这一年没闲着啊，都在线下演出啊，演漫才，演专场，一直在演。平时除了演出，你还会做一些什么呢？我平时我喜欢玩游戏，特别是那种老游戏，就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我玩过更老的。前苏联方块，前苏联方块咋玩的？方块落下来连成一行，然后解体。反正就是爱玩游戏嘛，就喜欢玩是吧？啊，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我最近啊自己设计了一款游戏。哦，你自己设计游戏啊？什么样的呢？就是一种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就是说这个魔法大陆出现了一个邪恶的魔王，我们要打败魔王，拯救世界。挺有意思的。那你这个游戏就是什么时候能玩到呢？巧了，刚好带这个游戏的剧本，现在可以让你抢先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来了啊，游戏开始，
首先，你可以选择你的游戏角色，都有什么呢？有勇者或者智者。我选第二个。好，你选择了或者。啊？勇者或者智者，你选第二个嘛？不是，或者是个什么者呀？就是你现在这样很迷惑的者啊！好，选好角色了，赶紧出发冒险吧！哦，等一下，你是或者，迷惑一点。啊！这是哪儿啊？这里是魔法森林，你遇到了魔王的第一个手下——邪恶杏鲍菇。这个反派好适合爆炒啊！要战斗，你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打，第二个是踢，第三个是摁他太阳穴，轮刮他眼眶。你这第3个选项有点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哈，就选这个吧。好，你对着杏鲍菇使出了摁太阳穴，轮刮眼眶，哈！虽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但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杏鲍菇的太阳穴。非常好啊！被你刮完眼眶的杏鲍菇，现在视力变得非常的好。他甚至看清了自己的罪孽，决定改邪归正。哦，这也行啊！啊，杏鲍菇决定啊，要去成为一名勇者。哦，孤勇者。这个孤勇者啊，准备送你一个装备，你可以3选1，分别是暗黑头盔、魔力头盔和同时结合了暗黑和魔力的按摩头盔。这3个玩意儿它都不是一个次元的，你知道吗？你选一个嘛。选一个的话，暗黑头盔吧。装备攻击力变成0。那我戴这个头盔图什么呀？骑电动车不罚款。虽然你付出了些代价，但你能获得很强的能力。来。虽然你失去了攻击力，但同时你也获得了逆天的勇气。勇气？我都没攻击力了，光要勇气干啥呀？哦，遇到了大魔王，我就非常勇敢的冲过去。你这么勇敢，看来你已经准备好挑战下一关了啊！我有吗？你继续冒险，来到一个地下城，又遇到了魔王的3个手下，都是谁？分别是卑鄙大馒头、阴险白米饭和残暴窝窝头。太可怕了，一个菜没有，纯碳水啊！以你现在的能力，很难同时消灭他们。对，消灭到一半我就得晕碳啊！我。但只要消灭他们，你就能获得宝物，还能逃出地下城。这地下城是个地下美食城吧？我现在这个战斗力，我怎么打败他们？如果你不想战斗啊，你还可以选择交易、威胁和跪一下。我还是稍微要点脸的好吧？我选那个威胁啊，台词：把宝物交出来，不然信不信我跪下？换一个。交易你给我宝物，我给你跪下。就一个选项啊！他们看你这么坚持想跪下，被你跪在坚持的精神感动了啊！是这么用的吗？他们准备送你个宝物，还是3选1，分别是神奇变身药水、超级回复药水和超划算眼药水。多划算的眼药水我都用不上了，保护视力我有别的办法。选那个变身药水吧。咚咚咚咚咚啊！攻击力减100，还减？我攻击力负100了，现在。但你现在可以变身了啊！变身，你变得超级乐观。乐观，现在是一个最差的组合了吧？没有攻击力，勇敢，乐观。碰到完全打不过的敌人，我也会非常勇敢的冲过去，哈哈，早死早超生喽！你这不挺快乐的吗？我快死了，我没事，马上就是这个游戏最高潮的部分了啊！你来到了一个城堡，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魔王。每当夜晚，他都会对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类发动攻击。他还有个非常罪恶的名字，叫什么？宵夜。是他，都是因为他，我才变成这样的。
牺牲好大。太残暴了，赶紧去报仇吧！不是我攻击力-100，我怎么跟他报仇啊？哎，这个游戏有属性克制的机制，只要你搞懂它是什么属性，就可以想办法克它。它什么属性？金属性。我要氪金，那扫码付款。氪金？哪个氪金啊？不是游戏上来就要钱，你要脸吧？你说对，你是不是碰我了？啊？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我碰你咋了？碰一下，致富成功。我致富成功，别碰了，别碰了！你现在出了这么多钱了，你可以选一个传说武器。那我要选一个加攻击力的那种，就加的最厉害的武器。最厉害的，有一把加攻击力加最多的宝剑，给你。哈，魔王出来受死吧！好，最终决战开始。这把宝剑可以给我加多少攻击力？它可以让你的攻击力直接翻倍。那我现在攻击力是-200。-200的攻击力要砍魔王的话会怎么样呢？按道理说会给魔王加200血。啊！来不及了，战斗才开始了，魔王对你发动了攻击，咔，打你200血。咔，我加200血。不是，你怎么敢砍自己啊？因为我勇敢。那你干嘛要笑啊？因为我还乐观呢。放弃吧，魔王，就算你跟我2个人联手，都是干不掉我自己的。哦，厉害厉害！那现在这样怎么才能结束啊？谢谢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小雪。加油，雪！大家好，我是小雪。哎呀，特别开心啊！今年呢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上一季呢，大家认识雪姐姐是一个妈妈，对吧？2个孩子的妈妈。其实姐姐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曾经是一名记者，北京电视台。其实这个记者的工作非常的危险。我记得00几年那会儿啊，就是网络上呢发起了一个话题，叫做被狗追了怎么办？我们领导就是我们的主编呢，他是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他要知道真相，他就找到了我。我听到这个选题，我扭头就跑了，我们领导就在后头追。你没办法，你只能去拍做实验嘛。就是我们联系了一个狗场的训练基地，狗基地啊，首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柯基，怎么吓唬那个柯基，柯基也不追我，柯基尿了。狗基地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藏獒，没有人去吓唬那个藏獒，我差点尿了。狗基地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哈士奇，就把哈士奇的链子一撒开啊，我意识到哈士奇的链子是不能撒开的。一堆的人在后头追哈士奇，越追狗越跑，越跑人越追。你说你整个镜头拍出来都是人追狗，你说你这新闻怎么播？你倒放。而且我们那会儿呢还会进行偷拍暗访，像什么黑吸棉、黑餐饮、黑作坊。你知道那会儿的偷拍包是什么样啊？是一款老式的黑色的公文皮包，又大又蠢，就夹在这儿，夹在这儿。知道那个隐藏摄像头在哪儿吗？就在包的前头。发现了吧？这款偷拍包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眼。我要不拿它出去，没有人知道我在偷拍。你不仅显眼，它还显老。你想那个年代，我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我夹着这么一个包出门，我们领导还问我啊，再给你配点什么呀？我说你再给我配个老头儿。显老，他还老掉头，就是他那个摄像头卡不住，知道吧？就老掉进包里，老掉头。就别人拿的包是路易威登，我拿的是路易16。
你们好聪明。有一次啊，我们接到一个热线电话，是一个业主打来的。他说他一辈子辛苦血汗钱买的房子被坑了，你不管是从房屋质量还是各个方面，都与开发商的宣传严重不符。当时候我跟摄像拎着偷拍包就去了。我们到了那个小区门口啊，就他那儿的保安，他知道今天来的都是维权的，就在他们眼中都是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多么嚣张？他们手里牵了一条大狗，那个狗扯着链子冲我们叫。当时那保安真的指着鼻子问我说：“你是谁？”我不怕那个，我说我是业主跟他的朋友们。保安说业主能进，其他人识趣儿的话滚。我们摄像大哥啊，平常看不出来，关键时刻特别的识趣儿，扭头就走了。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懵了。刚才让我们滚那个嚣张镜头多好哦，刚才还是我和他的朋友们，现在我洗单了。就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那个摄像又回来了，我就小声问他，我说你刚才干嘛去了？摄像大哥就说了4个字，头又掉了。这个摄像大哥很勇敢，他就指着保安，他说你有种，你把刚才让我们滚那句话你再补说一遍。还得补说。那个狗一直在朝我叫，这个摄像大哥就鼓励我，他说小雪你别怕，但凡他们敢把狗链子撒开，咱们就补拍那条被狗追了怎么办？就在我们跟这个保安僵持不下的时候，电话联系我们的那个业主赶来了。他刚才啊在路边那个煎饼摊儿，他买了个煎饼果子，大老远看见有人为难我们啊，他特别聪明，他用了一个小招。那个煎饼果子外头不有好几层灰纸吗？他把那个灰纸，他拿好几层把那个煎饼果子包严了，方方正正攥在手里，跟板砖似的就冲过来了。他说今儿谁要拦着他们，我拍死谁。保安跟狗都不吱声了，但是狗流口水了。我们进了那个小区了以后，在1层的首楼大厅啊，真的我那画面我现在还记得，上百名业主在那儿维权，你说多少人血汗钱给坑了。那会儿啊，偷拍包非常的给力，拍的都是真实的一手素材。而且我们那会儿啊，它还不是卡，是什么呀？素材带，足足5盘素材带，都给摄像拍亢奋了。亢奋到什么程度？就那摄像不自觉的把那偷拍包扛在肩膀上拍。当时保安就发现了，保安说你们是谁？我们那摄像肌肉记忆，还给保安一个特写。保安说抓住他们，就一堆的保安就扒开人群就朝我们这边进。关键时刻啊，从人群中站出来5名业主，人家立马围成了一个圈，把我跟摄像护在了中间。你说心里话啊，要不是人家及时把我们围住，我们早跑了。你首先你得保护袋子呀，人家5名业主啊，每个人分走一盘袋子，护在自己的胸口。你袋子散出去了，在另外5个人身上，你开发商要告我偷拍，他告不着，他得告5人。但是我们也出不去了，你知道那儿保安吗？他们拿的是那种半人高的盾牌，一堆的保安啊，把上百名业主圈在了中间，人5名业主又把我跟摄像圈在了中间。能理解那个画面吗？圈圈圆圆圈圈。当时候我在那个圈中的位置相当于什么？西瓜最甜的位置。我身边有个业主当时就急了，他说今天此时此刻必须得冲出去，他脸上都冒汗都起青筋了。我特别的感动，我说您别急，今天咱们肯定能出去。他着急，他说一定马上就得出去，他吃那个煎饼果子他闹肚子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啊加入到业主这个圈子中来，有那么一瞬间啊，业主的圈子轰一下把保安的盾牌给冲散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集体的力量，我觉得集体力量中最大的力量还是来自于那个闹肚子的业主。我事后我都在想，如果当时那个闹肚子业主在里头没有忍住，我们可能出来的更快。后来是业主们他们集体开车把我们护送到北京电视台武警岗厅的门口，大家才把心放下来。5盘袋子重新交换到我的手中，袋子在我手里都是炙热的。业主把那个袋子跟那个煎饼果子放一块儿了。就是他们都难成这样了，他们还在担心我。他们说小雪，他说你在我们小区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那边要是找你麻烦怎么办？
我就说我小雪，我作为记者，我敢拍我就不怕，而且你们放心，我留的是我们领导的联系方式。他现在该考虑的问题是被狗追了怎么办？那条新闻播出去以后啊，在北京市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那一年呢，北京开展了一轮大规模严查和整顿违规地产的专项行动，当时候取缔了很多的黑地产商，同时也端掉了很多无证的煎饼摊儿。这是你们看到的一面啊，你们看到一面非常的好。你们看不到一面啊，就是有些后续，我相信有些观众呢，可能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我非常的痛心，但是我从来不后悔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好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啊，你们新闻真的有用吗？我只想说，新闻只要对老百姓有帮助就有用。我是小雪，谢谢大家。来自莱塞喜剧的韩大狗。哎，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呀，很高兴第2年来录节目了，很想给观众留下一些记忆点，也问了其他演员，对我最大的印象是肩宽，还想让我这一季只讲肩宽，一路讲到决赛。那除非我的肩越来越宽。其实我都不健身，但量出来我是中国肩最宽的脱口秀演员，有啥用？导演说我像《猫和老鼠》里那只狗。但肩宽第一这种头衔也只有我会在意，因为好歹是个第1名，我们江苏人最在意排名。每个城市为了争第1，散装江苏甚至能发明出苏超联赛，用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足球来决胜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优绩主义环境里，很痛苦，得用高排名换别人认可，感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听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大家只能记住第1名，甚至当第1还不够，父母还要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排名是没有止境的，即便你拼尽全力成为人上人，刚想休息，抬头发现上面怎么还有顶级和夯。鄙视链的最新版本就是从夯到拉，夯也不只有一个，还能再决出个第1名，夯夯出状元。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差是拉，还能更差的，索性从夯到窜。现在不让中小学按照成绩给学生进行排名了，以后该不会就用这个吧？小朋友说我要好好学习当3夯学生，那考倒数都不能算差生，只是考拉。真的，小某书上开放卖 report 都有观众给演员评从夯到拉了，比节目都残酷。去年2轮游的韩大狗算是拉不拉多。但其实我们淘汰早的都没有确切排名，但真有较真的朋友会去一个个数了，然后告诉我是我奶奶。很显然她也是个江苏人，她说她特意数了，我排在第41名，能排出这么大数字的也就《水浒传》108将，我还排不进前36天罡星。我奶奶对我期待很高，希望我能成为第1，但我知道我做不了脱口秀最好的朋友，来节目只敢做最坏的打算。其实上了节目已经是一种成功。我从小的教育告诉我，排名这么低就会贬值，没人记住第41名。想叫自己全国41强，或者50大脱口秀演员，对吧？听着厉害一些。因为生活中几大啥啥的排名一出现，
我们有时候都不在意是怎么选出来的，但默认这些是最好的，数字大点都没事。毕竟现在还有什么百大 UP 主，整个唐宋也就选出8大家。但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最不理解的就是唐宋8大家，尤其嫉妒里边某些人。你们有人是曾巩的粉丝吗？你们哥哥有作品吗？没进语文课本的都不算作品。说他入选唐宋8大家，因为他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欧阳修也是唐宋8大家，懂了，签 MCN 了。还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3人都属于唐宋8大家，你们仨不是一大家吗？这么占用公共资源，我心疼被卡出到位的唐宋第9家。我猜是杜牧，他说：“借问酒家何处有？”我也研究了唐宋8大家的由来。明代一个人编的散文集卖不出去，后人改名唐宋散文8大家就畅销了。确实，平时生活当中一写排名，我就更想为他买单了。普通沙滩我根本不会去，但网上说那里有世界前3的日落，我就想去看看。很多朋友说日落怎么还能排名？哎，只要地球人足够在意排名，我们行星就是可以评价恒星。哇，这种观察，这个也太好了吧！我光去还不够，还要去日落最佳观测点。太阳亲口说的，他左侧脸好看一点。也反思过自己，但我发现离开了排名，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和精力，旅游不能浪费在错误的景点和餐厅。东亚小孩最怕做错题了。甚至上个月出国旅游，我特意早起排队，就为了去一家据说是世界第1的咖啡店。说实话，我不早起都不用喝这咖啡。去到店里和我一起排队的，基本就是中国、日本、韩国3个国家的游客。一群东亚人排队，为了一杯美式。喝世界第1咖啡算是吃得苦中苦，喝了一口给不到人上人。最后全给垃圾桶了，因为太难喝了。我在想，我的价值体系崩塌了，第1怎么也能踩雷？回来以后，朋友说你去的不是世界第1咖啡店，它只是2012年被某个杂志评为值得去的咖啡店里，它排第1。它是2012年第1，它不是2026年。我羡慕这家咖啡店，只要当过第1，能管用到现在。那我其实是2021年第5届单立人全国原创喜剧大赛第1。没人知道，但这已经是线下含金量最高的脱口秀比赛。这个节目里也只有3个选手拿过这个冠军：贾浩、小齐和韩大狗。请找出里边的曾巩。曾大狗。曾巩是一种处境。1000年以后，终于有人懂他了。我喜欢曾巩。我又去研究了他，他没记忆点，只是因为文风质朴。介绍说他不借情绪放大，不用华丽辞藻，善于犀利洞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咱们曾巩踏踏实实写文章，不秀低学历，不搞美妆。杀队友了！他是文本型观察式文人，我是脱口秀曾巩。有些朋友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我内容的好，没关系，你们等1000年。谢谢我是韩大狗，谢谢。掌声欢迎阿赛。加油！Hello， 朋友们，我叫阿赛，今天跟大家聊聊之前做过的一份工作啊，做过一段时间的航空乘务员。感谢啊，其实很辛苦，很辛苦。服务员干活有多辛苦，大家见过对吧？我们属于是服务员干活干起飞了，不光伺候人，把人都伺候上天了。而且有些行业随着你越来越老，就会越来越受尊敬，对吧？比如说一些老教授、老中医。我这个随着我越来越老，我就越来越老。你没听谁夸过这老空姐、老空少啊？这老空少推餐车推真稳呐，这老空少。然后干的年头多了，就有机会晋升到头等舱，做头等舱乘务员。然后刚开始有师傅带我，我就和他聊天，我说师傅到头等舱了，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点头哈腰了吧？我师傅说对，到那儿需要平视旅客了，蹲下啊，对，要半跪式服务。别人越老越受尊敬，我越老越尊敬人家了。我尝试挑战资本，我说这么低三下四吗？这样不好吧？我师傅听完了也表示了认可，然后让我去经济舱。我说大家印象中乘务员的形象是很有亲和力，时刻保持微笑，对吧？我不爱笑，因为我对自己的颜值是有一定认知的。我看帅哥们一笑都是有趣的灵魂，我一笑是有趣的五官。之前有观众说我笑起来像王嘉尔 AI 换脸宋小宝。哎，大病喽！聊点别的吧。不知道大家坐飞机喜不喜欢坐安全出口这个位置上？都是经济舱的哈。有一次我负责这个区域，我像往常一样去做职责确认啊。我说先生您好，您坐的是安全出口位置，请问您愿意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我们打开舱门，帮其他乘客从这里逃生吗？我以为就2种回答，愿意或者不愿意。但当时那个先生给我的回答是滚滚滚。乌鸦嘴那么丧啊！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答，我都懵了。我想我在一个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交通工具上与传统信仰发生碰撞了。我想我一会儿还得安全演示呢，不能是以为我盼着出事儿吧？我说那不如咱这个安全演示就改成按照信仰自由祈祷一下。起飞之前，乘务员站一排，带着大家祷告，说老天保佑啊，一会儿我们可上去了啊。祷告完成之后，乘务长广播说：“朋友们，今天稳了啊，安全带解开，下来溜达来吧，来。”
我正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老婆看出挺尴尬啊，就说他了，说哎呀，问你啥你答应得了，还真能让你开呀？你没看新闻吗？那飞机出事了，谁也活不了。乌鸦嘴真丧啊！就遇到这种人和这种事儿，我们就只能去自己化解、自己解决啊。所以现在我很羡慕爽剧里那种剧情，啊，员工被欺负了啊，大喊一声“老子不干了”，开门就走了。那我上班的地方，那门也打不开呀。当时不光得做乘务员，我还同时做航空安全员，感觉好像挺没存在感，对吧？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乘务员。哄着大家吃饭饭、喝水水、睡觉觉。安全员一般在发完餐之后出来溜达一趟啊，好像检查剩饭的哈。但我们做的其实是幕后工作啊。入职之前需要考核体能啊，训练体能，跑3公里、100米，做一些单杠、双杠、卧推什么的。我当时就很担心考核不过，就很焦虑。我上网查怎样缓解焦虑，网上告诉我多做运动去。我努力练好体能，期待被派去飞一些重要航线，保护一些重要人士。当刚入职的时候，只能先飞点旅游航线，飞点哈尔滨、海南，保护点大爷大娘，保护点水果红肠什么的。安全员还有一项职责就是防止劫机。同学听完跟我说，要不咱别干了，太危险了，还有劫机的。我说谁说要防止就是真有人要劫呀？乌鸦嘴那么丧啊！预防是对乘客负责。因为我不是学航空专业的，所以我想提前学习一些格斗技巧。我翻找了国外的视频，看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个招式叫闪身夺手枪。他是2个人一组，互相搭档，互相配合，模拟劫机场景，然后训练要求要严肃认真。一个先扮演劫机犯，拿手比划枪，这样指着说：“劫机，劫机，不要动，把手举起来。”然后对面的安全员回答他：“冷静，冷静，那边的乘客怎么了？你看那边。”最关键的是，这个劫机犯必须得配合。然后这个时候，安全员就闪身夺过他的手枪，给他制服了。就这么一个固定的套招。我学完明白为什么强调要严肃认真了。训练难点就在憋笑这一块啊。当时不太懂，现在管这玩意儿叫慢才了哈。我当时在想，这样教不怕有人当真练吗？最荒谬的是，他强调手臂要用力，眼神要坚定。但真正的问题是，空手不能抢别人手枪。看完视频我都代入了，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劫机犯拿枪指着我说：“你不要动。”我说：“你看那边。”你瞅一眼呢，要毛毯呢？你看那。我感觉我掌握了这个招式的精髓了，拿命赌劫机犯好奇心。然后我工作时候在飞机上需要和乘客们坐在一块儿的，上班嘛也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但是要时刻观察有异常行为的乘客。那你想想，一个人他坐飞机，他不睡觉不玩手机，他一直观察别人。我好像是那个行为最异常的。观察行为异常有一项原因是要预防那种恐怖袭击，然后有一项特点是穿反季的衣服，比如夏天穿着那种大羽绒服，包特别多，塞得还特别鼓，经常去翻行李架啊。有一次按照这个特点抓着俩代购，差点给我投诉了。然后当时需要训练体能嘛，我会去健身房啊。有一次我练完了之后，冲完澡出来想拿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公共的吹风机。
但是我刚出来，我就看到一个大哥拿着吹风机，他没有在吹头发，我当时都心疼那个吹风机。我想我要是吹风机，我都得想一个设定，就是脖子以下开关是喷火吧，好不好？我去制止他，我说大哥，我说这多不卫生啊，别人还怎么用啊？直接给他说生气了。他说你爱用不用，你用我还不给你呢。我寻思你还不给我，我说你看那边，长在这，谢谢你们。掌声欢迎贾浩。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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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实应该看得出来，今年很多老演员不参加了，对吧？我最早的时候是看观众发帖子说老演员不来参加，他很难受，我看到也很着急，我就挨着赶紧去找那几个老演员，我说怎么回事？你段子多好啊！去年不就是你把我挡在决赛第2轮的吗？真不来了。你发誓？真的，他们不来给我难受的，天天晚上喝香槟呢。我真的想对那些难受的帖子说一句话：乳之砒霜，五之蜜糖，甜到忧伤。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些老演员，因为我们这些老演员很怕大家看我们看腻了，很怕大家喜新厌旧。我印象很深，脱友第1季有一个观众给我发私信说：浩哥，这么多演员，我只喜欢你，给我感动坏了。等到第2季主页一点开发的全是小四爷啊，说最喜欢小四爷，哼，笑死爷了。以前只喜欢我，现在最喜欢小四爷，和我玩文字游戏呢。你这又是耻又是罪，不知道的以为雷布斯在开发布会。我真的好想问他一句：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因为在我的角度看来，很多老演员不参加有一个原因，因为每年的新人太厉害了，后浪们太厉害了，把前浪们都推进娱乐圈了。前浪们开始去卷什么电影、红毯、综艺赛道，但这个赛道更卷，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智胜这么游刃有余的。哎，哪怕像智胜这么游刃有余，在电影里也有点多余。我以前每次看智胜广智他们去走红毯，营销号就剪他们说走红毯像赶大集，我每次看到真的怒其不争，哎，我没去。直到去年他们带我去星光大赏赶了一次大集，怎么说呢？我们一起给澳门的朋友带去了一群内地土特产。你想别人张凌赫走红毯踩着点对吧，踩着音乐走得多自信多有底气，因为他背后是上千万粉丝的支持，我背后是毛豆。你们有被别人的肚子弹上过红毯吗？我们这帮脱口秀演员去了弄场合就想搞抽象博关注度，想红想疯了，有人悄悄学了唢呐，有人学了魔术。坦白讲，我不太喜欢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啊。我学了狗叫。我想的很简单，红毯上你但凡 Q 我一下，我叫两声绝对上热搜，对吧？标题我都想好了，脱口秀演员又在狗叫什么啊？但我想多了，我们这个咖位在那儿，没有人 Q 你的。我举一个细节，你们就能感受到我们在那儿的咖位。你们见过谁家明星走红毯是一起坐大巴去的吗？像批发来的。我还问旁边工作人员，我说所有明星都是坐这种大巴去的吗？他情商好高啊，他说他们的要小一些。我说哦，中巴。他说你闭嘴巴啊。而且你见过哪个明星自己走完红毯马上排一排看真的明星走红毯吗？我们。因为你见到真的那种大咖明星，你会紧张，你会激动，你甚至不好意思字正腔圆地喊出别人的名字。当时一个大明星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我们一排喜剧演员都在那儿。你们听他说谁吗？赵丽颖。
你总不可能一排人在那儿赵丽颖，显得你跟别人很熟一样。你让别人赵丽颖怎么回对吧？我们说赵丽颖，他说哎呀浩哥你来了。关键还有一个男明星和赵丽颖一起走出来的，灯光很暗，看不清他是谁。但你想跟赵丽颖走的绝对是大咖对吧？都在猜，还是孟川眼睛最尖，第一个认出来，在那带头在那喊胡歌。我们一排喜剧演员就像母鸡刚下完蛋一样，在那儿。太丢脸了，太丢脸了！我没有啊，我没有，我在那儿。疯了！我们真的，你们全场200个观众，代入一下胡歌的视角。走了这么多年红毯，第一次遇到一排神经病冲着他，胡歌，给他诠释了什么叫字面意思的鸡犬不宁。因为我们喜欢胡歌，喜欢胡歌，就这么喊了30多秒，胡歌走过来看是赵又廷。当时赵又廷看着我们尴尬的面面相觑，太尴尬了，我当时脑子抽了，我说赵又廷你看那一边。那边毛豆在吹唢呐啊。红毯不好走，综艺也不好录。之前我去录过一个和很多公司老总一起的综艺，因为我之前讲过一个职场的段子嘛，导演组对我的定位就是对所有老总进行幽默的调侃，我最后给整成了刻薄的冒犯。因为很多老总值得这样的冒犯。当时有个叫邓总的，说话又油又蹬又跌，说话又长又无聊。他助理还在旁边捧臭脚说：“咱们邓总讲的这些全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我说：“是褪黑素吗？”导演组就在旁边，我就知道说对了啊。后来我就撒开了，我就主持一个环节。聊产品包装，那个邓总就全程在那儿不懂装懂，各种打断别人说话。我就说，哦，这个产品包装确实很重要。你看，像这个女嘉宾就喜欢包，邓总就喜欢装。大家都在笑，只有邓总忍住了。我就赶紧解释，我邓总一点也不喜欢装，你看这个脸垮的。下来之后，导演组说，刚刚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但最后他们播出的时候也没把这段剪掉。最后放出来，我成了一个情商低、没内涵、没涵养、没礼貌的主持人，我成张绍刚了。后来我就跟邓总杠上了，邓总再发言，邓总只有3句话，时间关系只能说3句。邓总说：“那我就补充3点。”我说1句了。他说啊，我2句了。他家世好幽默，我们公司的商务都找你。我说邓总对不起，刚刚声音太大了，您再多补充3点，邓总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他助理就在旁边酸我说：“哎呦，是所有老总面子都这么大吗？”我当时梦回星光大赏，我说他们的要小一些。但邓总到现在也没给我商务。邓总这个饼啊，我都不稀得点评。要点评，我还不如上大众点评。邓总这个饼我吃不着，但必吃榜的餐厅我吃得着啊！几人拿嘴验证过的，比邓总的嘴靠谱多了。你看，在我们这个舞台，你让大家笑就能有商务，这里和外面不一样，不一样。你在这里，你只需要幽默，不需要拍马屁，因为在这里有全世界最爱脱口秀、最热情的观众们。哎呀！这绝不是拍马屁啊！所以今年我一定会好好比的，因为我知道明年在外面蹭了一鼻子灰的哥哥们混不好就都回来了。在外面混得不好的那些哥哥们，老演员放心吧，我会协助好大家，看好我们这个家的，因为我学过狗叫。大家晚上好，谢谢。掌声欢迎阿秀。有了，谢谢大家。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修。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有没有追星的朋友？
啊，我也是，我追过10多年，而且中日韩欧美饭圈全都混过，百家饭。如果今天有朋友被我冒犯到，我提前道歉，好不好？对不起 ，sorry， 미안해，すみません。我10多年前开始追，那个时候相当含蓄。09年，我喜欢一个欧美明星，背下了他的本名，真的需要背哦 ，Stefania Joanna Angelina Geminotta， 缩写是 Lady Gaga。我背了2个晚上。你知道现在粉丝叫他什么吗？妈妈。因为现在的粉丝会根据偶像的形象给他排一个家庭角色，很方便理解的。鲁豫妈妈、闫妮妈妈、邵刚、宝宝，看着你就饱了。请不要讽刺我的审美，我只是觉得讽刺张老师很低级。夸他才是真的讽刺。我的审美真的还可以。我追的是女儿，比我小3岁。10年前我追的一个养成系，没养成。我追星是追一个想成为的自己，他是不仅想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还想坚持完成学业，太稀缺了。我都很难完成学业。因为我的大学和专业都是家里选的，我根本就不想学英语。谁想学啊？我不想学。但是这个16岁的小孩，他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我说我一定要帮助你登上最高的舞台。为了帮他考大学，我们组了一个陪考妈妈团，就是在微博评论区发高考知识点。很难想象我们的应援方式竟然是应试。分工协作，他们说只有你一个人是英语系的，你就是英语组组长。我说我不喜欢英语，他说那你为了他学英语。我说 class begin。为母则干巴点。我开始边学边教，半夜都要盯着评论区，因为怕对家来发错误的知识点。后来都有人跟我说，有可能评论区没有用，他也看不到，你要不要做一个横幅，去门口举着？我去了，不敢举，我怕其他人学到知识，而且很诡异啊。其他人的横幅都是妈妈爱你，我们的横幅妈妈爱你是现在进行时，你爱妈妈是虚拟语气。哇！真的为了我的女儿，我学的面相都变了，我这个脸越学越方。有一天起床照镜子，多邻国头像。一直学到我大4那年，很重要。我大4那年，他考上理想大学，我考过了英语专8。谢谢。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如果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愿意当你背后的那个女人，刘晓燕。真的，我们骄傲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他说他要退出娱乐圈，去过普通人的生活。我说啊，我的生活嘛，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你足足1.6米几。他真的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演得超级好。他谈恋爱还骗我们没谈的时候，演得超级好，好到我都不在乎他是不是谈恋爱。我说你有这么好的演技，为什么要来骗我呀？我们不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吗？我是你的英语老师，你就哪怕是告诉我 tell me，
我会替你保守你的秘密 ，secret。还在教英语。为什么要恋爱 lie？ 接受不了，我朋友想安慰我，他把我拉进一个心碎粉丝互助群，300多个人，都比我惨。追的都是男偶像，因为那确实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叫不可接受的塌房，因为你只是谈恋爱，房子是不会塌的，你房子里有很多人才会塌的。大家都是被完美的正面的宣传骗进来，最后才意识到，就是普通人，人就是会有缺点的，只有正面的硬币就是假币。我真的意识到，我的女儿没有做错什么，她谈恋爱就退圈了，而且她退圈之后给我留下了英语证书和脱口秀素材。她退圈把我养成了。哇！因为这个线上最高的舞台是我走过来了，当然线下我也在演我们的笑马巡演。我每一站都会看见几个粉丝在门口从下午等到晚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我想起一句话，宴请年少的自己。我走过去说：“你好，要合照吗？”他说不要。我说那签名，他说也不要。我说完了，找小齐来的，找小齐的。我内心的恶魔这么说，但其实不是。他的原话是：“我就想来看看你们，能见一面就够了。”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在心里说，我相信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因此请不要耗光能量来追星，而是在追星中获得能量 energy。 Yes。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最后一个单词。感谢同学们，下课了。有请孙熙。加油加油，放松放松放松。我之前是一个影视公司的法务啊，去年在节目上讲了吐槽哥哥们发假声明的事情啊，报应很快就到了。现在我也深陷舆论的风波了。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装修就没法上班了嘛，然后我们3个员工就提议居家办公，老板就同意了，就让我们去他家里上班了。就是老板居家，我们办公，这一办公就了不得了，就开始有人传说孙熙和他老板谈恋爱了，不仅一起住，还养了2条狗。真的，老板没养狗，他们是把同事当成狗，所以这个谣言吧，有鼻子有眼，但是没有脑子。我当时刚听说的时候，你知道我特别的生气。我觉得我去老板家上班，我已经够憋屈的了，你们怎么还能传我爱上我老板？我就那么变态，我这么爱上班啊？真的，我没有办法爱上他，因为我不喜欢这种上门服务的感觉。而且我和我老板真的一点儿都不搭，我老板的比我大很多，穿的也特别的朴实，还有同行甚至叫他爷爷，而我年轻、阳光，一直走的是帅气的中性路线。然后在我眼里，我和老板不光不是一个年代，
我俩甚至都不是一个次元的，所以我就没有辟谣，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相信这个谣言。结果大家都信了，甚至还有人祝福。哎，这个就让我的心态啊发生了特别微妙的变化。一开始我觉得谣言止于智者，谁信谁是傻子。但是当身边的人全都信了以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说那会不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该不会我和老板就是很般配吧？哎，然后我就去问我的一个朋友，我说我和我老板根本就不搭，你到底在磕什么呢？他说你和你老板吧，确实不是那种传统的男帅女美，但是你俩站一起，有一种历经生活的磨难，想要在一起踏实过日子，很快会生一个大胖小子那个感觉。哎，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比谣言更伤人的是对谣言的解读。我当时听完真的好生气，你知道吗？因为确实像。原来我走的不是帅气的中性风，我走的是贤惠家庭风。我都不应该叫孙熙，你知道，我应该叫孙慧芳。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原来帅气中性风和贤惠家庭风是如此近似的两种风格，真的有点伤害到我了。因为我其实是特别讨厌家里边催婚，然后我才保持这种胖胖的中性形象。我想把自己的吸引力降到最低，我哪能想到啊，把对异性的吸引力降到最低的样子，反而成了适合婚姻的样子呢？哦，懂我。确实这事儿就闹得有点尴尬了嘛，因为本来不想辟谣的，但是现在这么像之后，你知道吗？只能辟谣了。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比赛的，我今天就是想正式的来和你们说一句，我真的不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这个好，这个好。我表面看着很保守，但我内心是花里胡哨的。我其实是个狐狸精。我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不想脱离群众。你们不要直视我，我会偷走你们的心。老实人豁出去了。过瘾了哈。其实这个谣言对我伤害真的挺大的，真的，因为作为一个前影视公司的法务，坦诚的说，我就没有处理过这么不红的艺人的谣言。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谣言，你知道吗？辟谣它居然辟不动，真的没有人关心你在说什么。有一次我的朋友他听到别人在传我的谣言，然后他立即冲上去帮我解释，他说我问过孙熙了，他没和他老板在一起。然后那个人就一脸正义的盯着他说，啊，孙熙说没在一起就没在一起呀。哎，他好坚定啊，他在捍卫那个谣言，好像他对那个谣言有什么知识产权一样。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把它当成信仰，你知道吗？他不觉得自己在传谣言，他觉得自己在写史记呢。然后就是这样的人，就导致我本来一个应该是不攻自破的谣言，结果久攻不下。我现在人都有点魔怔了，我看什么都像谣言。有一次不知道谁提了一句，他说吴刚伐桂树是因为暗恋嫦娥，我一下就生气了。我说他俩只是都在月球上居家办公而已。哎，真的，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大家只要看到一男一女还有动物，就会默认他们在一起，对吧？吴刚、嫦娥、玉兔，老板孙熙和狗，还有牛郎织女黄牛。我觉得牛郎织女肯定也是一个谣言，因为书上说牛郎是偷了织女的衣服，俩人才在一起的。你说哪个女生会愿意嫁给这样的变态？对，尤其是这个人还叫牛郎。我
我真的我完全都能共情到织女听说这个谣言时候的心态。她肯定一开始也没有着急辟谣，她心想：哎，我一个仙女哎，她一个牛郎，谁会相信我们在一起？然后大家都相信了，织女开始反思啊，该不会我和牛郎有些般配吧？然后她想着想着，突然发现，哎呦，我这个叫织女的名字显得有点过于贤惠了。然后织女她都疯了，她说：我一个神仙都不食人间烟火，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喜欢他是过日子吧？然后他就和我一样，开始紧急的辟谣，他在天上画下一整条银河，告诉大家说，我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离得很远，不要再靠过来了。这个时候又有好事的喜鹊喜鹊肯定在想啊，织女说没在一起就没在一起呀。真的，你们没有想过，这天上有这么多个鸟，为什么就只有喜鹊来凑这个热闹呢？我查过，因为喜鹊呀是知名的低空飞翔的鸟类。我觉得它但凡眼界高一点儿，它就不会来凑这个热闹。而且喜鹊还特别会包装自己，说自己要组成鹊桥，不就是排队吃瓜吗？我觉得我们都低估了喜鹊的野心，就是它一个不太会飞的鸟，然后居然敢吹牛去飞银河，它属于加戏硬蹭，它一定要成为谣言的一部分。这说明什么？说明喜鹊不是什么好鸟。然后我已经辟谣大概有半年多了，确实就是越辟谣谣言越稳固，那正经路子都走不通呢。我也打算尝试邪修了。我感觉这个谣言呢，它就像热搜一样，没有办法凭空消失，只能你买另一个热搜把它压过去。所以我也打算如法炮制，我要以身入局，造谣我自己。我打算明天就出去说，我说孙熙啊，其实是个男的。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步惊云。老虎。哎呀，好 ，Hello， 大家，我是步惊云，大家好吗？啊，好美，谢谢啊，谢谢，确实看人真准啊。其实除了变美，去年还有一个变化，因为我去年开始巡演专场了，真的很忙，所以我老公就离职了，开始当全职爸爸。哎，一开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但这日子一长啊，我感觉我不对劲儿了。有一次在外面忙了一整天，我刚进门，我老公穿个围裙冲出来问我：“哎，你知道西红柿都多钱一斤了？”说完他就走了。太有性缩力了，我想冲上去把他围裙撕了，但想到这我又突然很惭愧，我说啊，怎么能嫌弃他？当初是我给他说，孩子还小，家里更需要你，我就跟着进了厨房。他在那洗碗都没戴手套，我加急下单了3双，他拿到手套说：“哎呀，这些小事你别管了，你忙外面大事就行。”我拍拍他，别这么说，你的事就没有小事。给他感动的呀，但我其实心里也在想，满手葱姜蒜的味道，我还怎么碰你？怎么现在违心的话张口就来？他成天带孩子都快没朋友了。有一次我说：“哎，你今儿出去找你朋友吃个饭聚一下哈。”他说：“哎呀，不想去。”你不就是我朋友？给我难受的，我从来没把他当朋友。我想交的朋友是鲁豫、袅袅这种能跟我聊创作、聊思想，就是让我进步的朋友。但他现在的朋友是子涵妈妈、一诺姥姥。当我跟朋友在外面，不管我玩啥，他给我发消息，我都秒回。我不敢让他失落，因为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精神支柱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是最危险的。我都怕他疯了，去报个什么如何勾引女人的骗子班。我一回家，他说叫我干嘛？
身体直接摆成 X 型。哎，自从讲了我挣钱，他顾家的事之后啊，老有人说啊，这就男女角色互换的性转版。我真的很讨厌这种评价。什么叫角色互换？谁规定就得爸爸出去挣钱？不用吧？我觉得两个人谁适合干啥干啥，对吧？他也可以温柔细心爱付出，我也可以养家应酬爱撒谎。我现在确实会撒谎了，有时候去外地演出，他说你又要去出差啊，我也一脸不舍，我说哎，一上车，我还挺爱出差的，因为你工作之后，朋友会带你去酒吧见世面。到天堂了，怎么一群天兵天将在跳舞啊？我没喝酒都已经迷糊了。回到家，我老公又是那个破背心儿。怪了，我在外面玩的越开心，回家就越想补偿他。打开直播间给他疯狂下单，我说看这个皮衣喜欢吧？他说啊，这太个性了吧，这咋穿得出去？我心想，外面男人都成啥了？收到衣服之后，先不去试啊，先翻价钱。有点贵，你退了吧。我差点脱口而出，你不花，有的是弟弟替你花。跟弟弟聊天多好呀，又开心又能装。聊 AI、股票、国际形势。一回家，他说有人去物业吵架了。对面周末还装修。这种话题我真的不是很感兴趣，但还是会跟他聊。我说啊，是吗？嘿。别问我为啥要演，问就是爱他，真的，我当然爱他。首先啊，企业家打造爱伴侣的人设，总能莫名其妙增加一些好感。其次，有人说了他忘我，不敢不爱他。再说今天摊牌了啊，我现在身边诱惑真的挺多的，我反复强调了我爱老公爱家庭，所以说如果if 还有那种上赶着来找我的小辣弟，你说那是谁的问题？少说我渣了，我心里很清楚，外面男的图我啥呀？啊，偶尔逢场作戏，开心一下得了。有人还担心呢，说不姐，你节目里说这些，姐夫看到了多伤心啊！放心，姐夫不看任何收费的节目。哪舍得一张会员卡买几斤西红柿了？当然，我说这些并不觉得我就过得多轻松啊！我工作的压力从来不会跟他说。有段时间我们剧场连着亏损，投资被坑，然后求合作还被拒绝，反正吃一肚子瘪。我回家推开门，一股饭香味，阳台上晒了2排衣服，连孩子的鞋垫都掏出来洗了。他问我：“你今儿弹的咋样啊？”我说：“挺好的哈。”说完我就进书房了，开不了口。这种活我也干过，我知道他今天也很累，我就坐那儿发呆，想刷会儿帅哥放松一下。他端着一杯茶轻轻地走进来，特别体贴，喝吧，不烫。我尝了一口，烫死我了。是不是看见我刷啥了？那天晚上压力大的都睡不着觉，还刷到一个帖子说没人能笑着从老公的手机里走出来。我想不至于吧，偷看了一下，一看果然破防了。他微信置顶2个群，孩子班级群、小区水果团购群。一个非常社恐的人，聊天记录全是在吗？帮我砍一刀，都没人回他。哎呀，那一刻心里五味杂陈的，难过、羞愧。他求人砍的每一刀都扎在我的良心上。内疚的半夜给正在熟睡中的他转了一笔钱。傻瓜，助理怎么不叫我啊？突然就明白一句话，说什么爱情忠不忠心，爱到最后全凭良心。哎呦，说到良心啊，我都替他害怕。你们想想，哪天我要真瞎了心了，他什么后果啊？失去工作，没有社交，离婚让他净身出户，就连他最爱的孩子也会判给条件更好的我。他只能穿个围裙，坐在雨里摆成 X 型哭吧。这一幕是不是很像短剧里重生前的画面啊？这是短剧。一个人啊，如果真的脱离职场社会太久了，他就算重生，我老公也只会激动的喊啊，我又回到了西红柿1块5的时候。这一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1筐。
每次说起这些，旁人都会说呀，姐夫真好，真伟大。为啥呀？我以前做家务带孩子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我伟大，只觉得我应该。我觉得没什么应该的。有一次就很认真的跟他谈，我说，哎，你要真在家难受，你出去上班我也支持你哈。他说不要。你别说啊，其实在家这一年照顾你们，还真是我最幸福的一年。我老公天生是妻子。以前啊，我们总会说什么养家的人了不起，但我真觉得在家的人也很了不起。如果有一天在家的这个人有安全感、被尊重、被看见，还被爱，那养家的人才算了不起。谢谢你们，我是胡军，谢谢大家。来自笑妈喜剧的陈火腿。谢谢大家，我叫陈火腿，我来自长沙，很感谢大家陪我们录制陪到这么晚啊！看脱口秀确实也不容易，脱口秀大家知道对于观众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笑嘛，其实对我们演员也有作用，就是消解痛苦。比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拿我来说，我今年30岁，身高165，笑吧啊！笑不出来，我习惯了啊，感谢你们的笑声啊！因为之前一直因为自己个子矮自卑，讲了脱口秀之后啊，也没有因为个子矮自信起来啊。也不是说我每天走出去说老子1.6米牛不牛，不是啊，是没有原来那么在意了。因为痛苦起码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嘛，所以我在这一行最不理解的人就吕博伟。怎么长得高也说自己痛苦啊？行吧，可能他也痛苦了，但肯定比不过我。长痛不如短痛嘛。但是大家看得到，我依然选择跟他组队，还是要跟他玩，因为人还是要向上社交，你知道吧？是这样的，我之前为了长高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我爸妈都不知道，我高3的时候背着他们偷偷买过增高药吃。哦，没吃过吧？没有，别吃没用。但是当时2012年我刚开始网购，根本不知道商家还可以自己刷好评的。我一点开评论区看，他们说吃了都长高了。我说不可能都是假的吧？而且商家特别精，他特别了解自己的用户啊，是一群想长高想疯了的小矮子，就是只要说长高什么都信呢。所以他连那个广告都打得特别敷衍，他就是用 PS 把一个人拉长了，就说他是吃药长高了，一瓶药288，说吃了长15厘米。哇，这么假的广告，我当时看了我都在想，我是买1瓶还是买2瓶？先买1瓶试吃一下，1.99米有点太高了。我先买了1瓶，先试一下吧。吃了没到1个礼拜我就断药了，因为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我说曾志伟他吃不起这个药吗？这玩意儿长脑子，然后到大学我也没有放弃，还是很想长高。我有查的，他们说倒吊能长高。就是把一个人啊脚朝上头朝下那么吊着，就跟你在丛林里面踩到陷阱一样的，但是能把你吊着拉长。我又买了一台倒吊机，啊，那东西特别大，2米多。然后买回来之后装好才发现，这玩意儿最难的地方根本不是倒吊，而是我在寝室公开吊。那感觉怎么说呢？还不如上吊，我讲实话。
我就是因为羞耻才偷偷买增高药吃的。我现在要当人家面子那里吊我，因为寝室每进来一个人就要问我你在干嘛。我随便吊着玩，你别看我。吊了整整1个学期，我只能说这倒吊机真的有用嘞，用来挂衣服了。那衣服越拉越长，我穿上更显矮了。这样说。很难，就是一直想长高，但是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有长高。我觉得这种是最悲哀的，就是我努力了之后依然这么矮，会导致我比那种自然生长的矮个子要更加的自卑敏感，就经常能从人家的话里面不自觉的听出一些那种冒犯的味道。就有一次我是路过一个商场，我没有打算买东西的，然后有一家那个服装店的那个导购员在门口喊我说：“帅哥，进来看一下了，里面有你能穿的。”我说什么叫有我能穿的？我裸着来的。然后朋友后面还问我当时怎么回应的，我说还回应什么？我赶快走了，不然怎么样？我当他面长高给他看。然后他说哦也是哦。哎，那一般像你们这种去哪里买衣服啊？我说什么叫你们这种？他说不，这个话问的不对。那一般你去哪里买衣服？我什么叫你去哪里买衣服啊？太急了，他说你干什么？又不是我把你生这么矮的。人太敏感了，没有办法的。好在现在有脱口秀，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那你说像之前又没有脱口秀又长不高的时候，这种自卑的痛苦靠什么来消解呢？就是靠亲生父母的安慰，那种火上浇油的安慰。我妈在我自卑的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莫急，你是长得晚。”我28岁了，她还在说。我有一天我真受不了了，我说：“长得晚是吧？长得晚啊！”我指着我1.6米的爸爸说：“他也是吗？”他说：“哎呀，你爸原来1.5米，生了你长得1.6米的，哎呀。”他已经开始乱讲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我爸最不爱听我讲这话，他不自卑的，他不仅自己不自卑，他不允许我自卑。我一说身高问题，他就会来说教我，说什么你一个男的天天在意身高干什么了？我跟你说，一个男的他只要有本事，那他越矮就显得这个男的越有分量。我说就是没本事啊。那我越矮就只能显得我这个男的越矮呀。他说你矮，你搞点本事出来呗。你像那个法国那个拿破仑，他矮不也就1.6米几，但人家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帝国，你看谁敢说他矮？我说你不在说他矮吗？你在讲什么呀，爸爸？还越矮越有分量，你矮上瘾了是吧？哎呦，我头一次见矮的这么硬气的。什么叫个子矮有本事就行了？他又不是因为个子矮才有的本事。人拿破仑怎么来的？矮子里面把将军拔出来的。而且有没有可能人长得高也不影响人家有本事嘞？啊，你像姚明、易建联、乔丹、科比，还有继续说吗？说不完的哦。你就只有一个拿破仑哦。真的会安慰人嘞。举个什么破例子？举个拿破仑的例子。这话都不能细想。他那话什么意思呢，朋友们？我爸那话意思就是啊，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想要不被嘲笑，他的身高需要长到1.7米以上，而我们矮子需要建立一个帝国。谢谢大家，我是陈火腿。掌声有请李奇宝。
介绍吧，我先自我介绍，我来自一个老一线城市，铁岭。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最近发现我的婚恋观已经跟同龄人脱轨了，就我身边人都挺恐婚的，我发现我现在不恐婚，因为我觉得可以离。哎，我能这么讲，完全是我家庭环境造成的，就是我家里从我爸、我妈、我姥、我姥爷、我大姑、二姑、大姨、二姨都离婚了。哦，巴黎世家。我都不是一个单亲家庭，我是一个单亲家族。我出生的时候，所有人就已经离婚了。我小时候以为人生来就是要离婚的，导致有人跟我说什么女人不结婚不完整。我说光不结婚就不完整吗？你不离婚也不完整啊。我觉得现在大家把离婚这个事看得太重了，说什么家里如果有一个人离婚就什么家风不正，我说那是离得少，你多离多了，在我家就是家族传承。而且现在还有人就是说什么就是单亲长大的小孩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说实话朋友们，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原生家庭。太多了，有丝分裂了。从小就有2副姥姥姥爷。亲爹后妈，后爹亲妈，新姑父老姑父新老姑父。你感觉别的家族繁衍方式靠生育，我们家靠吸纳一个新的家庭。愚公生在我们家，第2年就移山。而且知道之前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家族树状图，你们知道吧？我家那个套路你都看不懂，别人都是祖宗一个往下开，我家那个最下边就我一个，往上开。你乍一看分不清谁是祖宗。而且你知道家族变多就是其实也有烦恼，太多了，你过年得走好几家吃饭，我到哪家哪家开始煮饺子放鞭炮，到哪家哪家煮饺子放鞭炮，我说咋的，我是年兽啊。但也有好事儿，家族多会有一些量变，压岁钱会量变。他们之间甚至会进行一些就是博弈、内卷。之前有一次过年，我姥给我200，他跟我说，他说去跟你姥爷说，姥今年给你500。那年我姥爷给我1000。我说这个好，我消费内循环。我第2年还给我200，我跟我姥爷说，我说今年是5000。被识破了，他俩就是毕竟曾经相爱过吧。我家里是我姥离婚以后带着我妈，我妈离婚以后带着我，母系氏族啊。小的时候有段时间其实比较自卑，觉着是不是跟那种双亲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我后来去问了一下我那些双亲的同学，我发现没有区别，他们也总见不着自己爸。而且我后来发现，就大家的爸爸都在缺席，至少我爸是合法缺席。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确实很想感受一下父爱，很想感受一下，去我爸家住过1个月，感受就是没啥感受。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在沙发上多了个东西，这个东西还会一边打呼噜一边跟你说，他说别管电视。我后来甚至开始支持我妈离婚，我真支持她离婚，因为我确实不喜欢就是沙发上有杂物堆积，而且我妈每次还会再婚，每次对，每次再婚我就会收到一笔改口费，我已经收过3次了。我觉得第2次的时候就不叫改口费，应该叫封口费。甚至有一次我爸也给了笔改口费，
他想跟我妈复合，想让我给他说说好话。但是你说我当时已经见过太多财富了，我不想让他俩复合，我只能跟他说，我说你先交钱吧，事儿我看着办。时间长光收钱不办事，我爸也开始着急，总跟我说那种话，说什么啊，你不想有个完整的家吗？你妈天天在外边玩不回家，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说不难受啊，女人嘛，她在外边玩无所谓，心里有这个家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对婚姻这个事没那么看重，也是因为我妈对这事看得太轻了。有多轻呢，朋友们？就是我甚至有一次我妈结婚，我是搁朋友圈里刷着的。我当时一看，我说新娘好眼熟啊。我娘，我气坏了。我说怎么我爸一直在缺席，我妈一直在开席呀？我当时还挺生气，确实挺生气。我说这么大的事你为啥不告诉我？最近手头还挺紧的。他跟我说他不是啥大事儿，没准明年就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妈这个是流水席。所以我的婚恋观一直很模糊，朋友们。有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对方总问我说能不能一辈子跟他在一起。我说你就是往好了看，保底有个1年半。因为我觉得婚姻最好的状态就是像我妈一样，可以在这座围城里杀他个7进7出。我前段时间才知道，就是现在还会有人有离婚羞耻，不敢结婚恐婚。朋友们，我觉着其实不要害怕，我觉得可以结，可以结。因为你知道，我发现婚姻虽然是围城，但是它这个城口它没有守卫，只有我在入口收费。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吕博伟。好的，好的。嗨，嗨，你们好啊！我是真火腿的屏风啊，我是吕博伟。我今天对阵白小白老师，哇哦，他是大明星，他有7000万粉丝。哇，7000万！哎，朋友们，咱这节目我偷摸上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涨了200个粉丝。200个粉丝什么概念？朋友们，你去买200粉丝，6块钱，6块钱，6块钱，1年200个，7000万，再上35万年。涨了一些粉丝，但是也不是非常好的粉。你不是其他人的粉丝构成，要么男人居多，要么女人居多。我这个粉丝，熟人居多。我不开玩笑，我上节目收到这条微博私信，内容是儿子猜爸爸是谁。我说爸爸，这也太难猜了。爸爸，你该不会是妈妈吧？还真没猜对，是我大学舍友。去年也来了，表现得更差，只有1轮还被快剪。快剪就是把段子稍微剪掉一部分，给我稍微剪掉一部分，从7分半剪到35秒，还没有番茄广告时间长。哎，我觉得不能这么剪，因为我本来讲的是我说我因为长得高，看起来有点傻，有点不聪明，为了证明我聪明，我去读研了，很难想象把读研给我剪。就剩傻了。现在我那段看起来非常诡异，我一上台我说大家好，我叫吕博伟哈，我挺傻的，但其实呢，我就下去了。最让人生气的是播的时候弹幕上满屏幕都是2个字，确实。
而且我本来以为被淘汰、被快剪就很差了，我没想到还有更差的事情出现。因为老实说，其实我那都从表演到文本都挺拉胯的，从头拉到尾。但是在整体这么拉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拉。我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呀，裤链没拉。也是弹幕发现的。当时我都快疯了，我说人怎么能失败成这样？哎，人怎么可以既掉链子又掉链子啊？当时我上去讲段子没人笑，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开场，没想到是因为我场开了。而且裤链没拉还不是最丢人，最丢人的是我裤链没拉的同时，还要搭配上我那段装疯卖傻的内容。正常人裤链没拉，你就感觉不小心没拉；我没拉，就感觉是因为我妈妈没给我拉。还有人给我发消息问我，说你为啥没拉？这有什么好问的？为啥忘了呗？不然呢？太热了。被淘汰还是非常难受的，但好在我还是跟我几个朋友们一起来，他们真的在被淘汰非常难受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多的嘲笑。当时比完赛，他们说安慰我，然后把我带去那种饭店包间吃饭，但那个包间我一进去我想走了，因为里面的每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晋级了。当时我说这地方就没有必要叫我，这什么配置？庆功宴带俘虏过来，拿我祭旗吗？还是什么？坐那吃饭，没有人跟我说话，还是挺尴尬。但我还挺厉害的，我吃了没一会儿，我就把这顿饭的主角抢回来了。因为我吃了没一会儿，我的嗓子就被一根鱼刺儿给卡住了。刚卡住我还挺高兴的，我心想他们终于可以把关注放到我身上了。我一拍桌子，我说都别吃了，帮帮我，我被什么刺儿给卡住了？他们说啊，怎么是心里面的刺儿吗？然后就给我想办法，说让我吃点硬的东西，把这个鱼刺儿顺下去。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硬。我那个朋友徐浩伦，嘴真贱，让我吃点他们的段子。我说兄弟，是不是太硬了这东西啊？他说你要觉得噎可以背下自己段子，反正够水。然后开始给我想办法，给我想了很多办法，喝醋、吃面包、吃贝果、吃拉面、吃饭团、葱油饼。反正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想的，去医院。吃不下。胃里面全是五谷，没有点杂粮。我说我要去医院，他问我说你为啥要去医院？我说吃饱了撑的，为啥去医院？到了医院开始拔鱼刺儿，我还知道打麻药，很狼狈。当时大夫拿钳子夹住我舌头揪出来，往我嘴里喷麻药，给我吓坏了。因为上次见这个造型是我们家猫绝育时候，你知道吗？我真怕呀！一会儿一睁眼，大夫说啊，手术很成功，给你取出来了。喷麻药，大夫拿起麻药给我喷了一下，问我麻了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问我麻了吗？也没说多麻，算麻。
我还以为他会把我直接喷晕过去。那个大夫给我喷了一下，说麻了吗？我说没麻呀。再来一下，麻了吗？没麻呀。再来一下，麻了吗？没麻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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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最后鱼刺是拔出来了，嘴完全没知觉，合不上。当时我那个状态真的特别像一个智商真有问题的人。他们过来问我说：“哎，你是完全没知觉？”我说：“那也没有味觉了。”到这儿我挺感动的，我也想他们终于开始关心我了。感动还没有1秒钟，他们第3个问题彻底把我击碎。他们竟然完全没味觉，是不是可以吃粑粑？我想骂他，但是说不出来话，好死不死流出2滴口水。麻药的劲儿第2天就过去了，比赛输了1年还没缓过来，输麻了。我记得呼兰哥说过，他说笑不是生活的解药，笑是生活的麻药。我觉得输才是生活的麻药，赢是解药。谢谢各位。隆重有请最后一位选手白小白。我是白小白，第一次参加脱友啊！但是3月份我参加了主咖那个节目，拿了个 Talking， 击败了何广智，成功的拿下了冠军，获得了来这边当选手的资格。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脱口秀，脱口秀呢喜欢蹭我，不是喜欢用我啊。对，所以说呢，我也不会什么开场。真不会，但我以前演过2人转。按照我们那个逻辑，一般开场先来个小绝活。非常简单，掌声激烈，跳回来。3、2、1，回来。脱口秀观众这不挺好骗的吗？在你们印象当中呢，我应该是网红喊麦、花手那一挂的啊。就是我刚才我说我叫白小白，你们很明显感觉我没说完。就在你们心里，我应该是这种，就是这我姓白，白小白，追我的人排成排。我姓白，白小白，给我鼓掌发大财。为什么？这不都是我的受众吗？到底谁说我土？都脱口秀演员说的，说我有500多首歌，全是口水歌，说我口水特别多。不是，说我口水歌，那你是没婚礼吃过大席。你要是婚礼不听，你在网吧、台球厅、出租车、商场都能听到我的歌，我天天对你们吐口水，搁那儿，知道吗？还有我说我的歌不是我自己写的，我500多首歌不是自己写的，这纯造谣。我在这里必须郑重澄清一下啊，我至少写2首。我为什么写的少呢？因为我不会用 AI 写。对，因为现在 AI 写歌特别厉害。我以前呢从一些音乐人手里边去收歌，他们以前7、8天发我1首歌，现在呢1天发我7、8首歌。我就问他们是不是 AI 写的，他们说都不承认。那你就奇怪了，全行业没人用 AI， 但是 AI 就是发展特别快，就像我的歌一样，都说没听过，但是播放量就是巨高。AI 现在不光能写歌，还能唱歌，你都代替歌手唱歌了，你说多危险啊！我教你们怎么识别 AI 唱歌还是人唱歌曲，非常简单，就唱的好听的那个就是 AI 唱的。
你像那首歌，大家今天都唱嘛，就那首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这首歌就不是 AI 唱的。AI 呢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不统接地气。AI 能服务工厂，它能服务了广场吗？服务广场不还得靠我们花手 DJ？ 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哪怕我多年以后还，我姓白，白小白，吹我这人。但我现在有点小成绩了啊！3月份发了一首歌曲，叫做《人生路漫漫》，叫我漂泊的船能不能……这没听过拉倒吧啊！好，当时赶上了周杰伦老师也发专辑，但我成功拿下了 Top 榜第1名。我为什么能拿第1名呢？你们也都知道，周杰伦现在的音乐啊，他得付费，他还挺贵。当然，周董的歌曲付费，你们也就不要觉得我就便宜啊。我之所以能达到第1名呢，是因为我有7000万粉丝的支持。7000万粉丝，但我从来不搞饭圈那一套啊！我都告诉粉丝，我说千万别追我，千万别追我，在我的身上获得的能量 energy， 今天新学的单词。参加活动，我说你千万别来接机，最后来了7个人，他真听话，千万没来，7来了。你说，你说7个人接机呀，他就很尴尬，他看着不像粉丝接机，看着像朋友接风，就看着这个场面，我就想张罗吃一口饭，我真请吃饭。那别的粉丝都饭圈，我这粉丝圈我饭。说到这儿呢，大家也都发现我有多重的身份。我做网红的时候，大家说啊唱二人转的；我做音综的时候，大家说我网红；我说脱口秀，他们说我口水歌，好像我总跟大家对不起颗粒度。我想说，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你们也是一样。人生没有剧本。让你伪装、让你奉承的都滚，只有做自己，脑子才不会变蠢。这不是给你们上什么价值啊，这是我下一首口水歌的歌词。谢谢大家，我是白小白，谢谢。哎，掌声欢迎 Harry。大家好，我是 Harry， 你们好吗？其实我发现我的身份很多，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个巴基斯坦裔的2代移民。今年我搬到上海了，现在我身份简单多了，我只是个外地人。然后因为我身份很多，有时候有些人会拿我当外人。有时候又不拿我当外人。我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邻居阿姨跟我说 ：“Harry， 你这个英国人，怎么跟电视上的英国人长得不一样哎？”我说：“阿姨，我确实跟英国人不一样，阿拉伦敦人哎。”哎，我开玩笑，其实我爸妈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从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国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什么英国的？你是好朋友，你是巴铁。后来发现中国说那些巴基斯坦人还挺好使，所以我喜欢这边。因为实话说，除了中国，没那么多人那么看得起巴基斯坦。在英国还有一些人会歧视我们，说我们巴基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就我每次背包的时候，大家害怕我。我从小坐地铁没被挤过，他们怕我炸场。在我们那儿，年轻人、老人也抢座，抢着给我让座呀。
然后现在我邻居阿姨她跟我说 ：“Harry， 你很环保哎。”那是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丢黑色垃圾袋。然后发现在中国，其实我的83身份是比我的英国身份还好用，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不会说我是英国人，有的时候我直接会说我是巴基斯坦人。比如说呢，在路上我一边走路一边说：“哥们儿，巴铁，那帮洋鬼，他们以前占领了我的祖国呢。但现在英国人说我们巴基斯坦人占了英国，我说这个叫占领吗？我们只是追过去，给他们做点售后服务啊。连伦敦的市长现在也是巴基斯坦裔，给他们升级成伦敦斯坦。现在英国变成什么样无所谓，我们在那边永远只是外人。其实我家又非常传统，我老婆是中国的，她第一次去英国去见我父母前特别期待，待了2天后，她还跟我说：“哎，你的父母怎么跟我父母一样哎？不沟通，不鼓励，不表达感情啊，怎么像个亚洲家长一样？”是因为巴基斯坦也是在亚洲啊。其实我爸是典型的东亚父母。在他眼里我干什么都不行，他老跟我说：“你那个工作不行啊，不稳定，你快回来，在伦敦考个公务员。”对，我爸这是长得像中东人，思想是个山东人。其实实话说，我的父母他们还结合了西方和亚洲教育的缺点。他们特别像那种家长，就看那个杂志意林，学西方教育的亚洲家长。他每次会跟我说：“爸爸妈妈工作都是为了你呀。”的同时，18岁后不给我钱呀。我看大家都是亚洲人在这，我就问你们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会不会给你们打钱呀？哼，我父母让我去打工，然后我老婆还跟我说，她说平时你爸妈不怎么管你，不怎么影响你生活，你怎么做得到？我说很简单，我逃离了原生家庭啊，我润到中国了。然后现在为了留在中国，我前段时间我还去申请了中国的绿卡，叫5星卡。但申请前，我们现在就要做个体检，什么都很顺利。但是这个体检表格上有个问题给我问住了，2个字儿：肤色。我想，不问民族，不问人种，肤色，还不如问品种呢。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填，我去找工作人员，我说：“不好意思，你能帮我看一眼？这怎么填啊？”他一看我沉默了，好像没见过我这样的。他还小声还说：“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哎呦，小伙子，你要不先空着，一会儿等领导回来让他定吧。他老说他看人准呢。我说行，等领导回来，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吧。领导回来之后啊，他一看我，什么黑的和白的，这是混合色。哎呦，还是您老啊，黑的和白的看颠倒了都没事。然后看其他老外在那边拿完绿卡之后啊，就在那拍视频炫耀，说自己很牛。我觉得哇，他们干嘛呢？有必要吗？我觉得这个事很正常。我已经来中国18年了，我在这儿还交税呢。对，我跟有些娱乐圈人不一样啊。我不光交税，我还交养老金呢。但是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拿得到啊。
在我这发现，就是他们这些体检只是帮我们这些老外就分类，但是我自己不太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还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测起来我的基因很杂，什么都有，有中东的，有欧洲的，其实也有中国的。对，家人们。我的基因很杂，说明我的祖宗玩的可花了。然后我基因很杂，其实就有个好处，我可以说我是任何地方的人，连那边的 local 都会信。我说我是中东人也行，我说我是巴西人也行，我说我是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行。但是我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啊，我觉得好像我到底是谁也没那么重要了。我现在挺喜欢当外人，在英国他们怕我炸场，但在这儿我讲脱口秀的时候你们喜欢我炸场，所以我准备就留在这儿不走了，永远当你们的巴铁好朋友 Harry 呀。等着拿养老金。谢谢你给我掌声，谢谢。掌声欢迎菜菜。哎，看完岛主感觉脱口秀太难了。大家好，我是菜菜啊。谢谢。我今年34了，之前有人说我长得像阿拉蕾，对吧？但其实我化了妆才像阿拉蕾，我卸了妆就像生完阿拉蕾没坐好月子，阿拉累坏了。最近还有朋友夸我说：“宝宝，你就是一个香香软软的小蛋糕。”我说：“我都30几了。”他说：“那你也是一块香香软软的老鸡蛋糕。”哎，我以前小时候想到自己活到30几啊，我觉得天哪，该死了。我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该死的甜美。说实话，我希望我显小，但我希望我是那种就是花了很多钱做医美的显小，就你们能从我的年轻里看出我有为。不是小蛋糕，是看起来能够分蛋糕，就算分不到也能分到一些奶油小生。但我们这个行业你们也看到了，没有奶油小生啊，都是脏脏包。哎，我真的太喜欢奶油小生了。前段时间朴宝剑来上海嘛，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我刷到他喝爸爸茶姬，吃小炒肉，我就感觉朴宝剑和我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去。他要是愿意维持这个消费水平啊，我甚至可以养活他，让他苦尽甘来。34了还在幻想，因为现实让人幻灭。就去年我见了一下高中的白月光，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已经有了第1套房、第2辆车和第3个家庭。我只有房啊，还塌了。这以前他是那种跟人说话都会脸红的青涩小男生，但那天我们吃完饭之后在路边等车嘛，他开始一边抽烟，还卷起了他的上衣在那拍啤酒肚。这个时候有观众把我认出来了，菜菜，我好喜欢你啊！我说我不是，我怕他误会这是我男朋友。如果他实在要误会的话，我希望他觉得这是我爸爸。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在台上也吐槽过抽烟和啤酒肚，我怕传出去说我私底下烟酒都来。但34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家里完全不催婚了，真的完全不催婚了，因为马上就35了嘛，就会变成一个不能考公务员的高龄产妇，成分非常的复杂。就以前26、7的时候还会给我制造焦虑，说抓紧了，
女的一过30就只有找离过婚的了。我以前不相信，但最近身边的朋友开始离婚了，在为娶我做准备了。没有，他们又找了20几的。能理解啊，我也想。但现在其实挺迷茫的，真的挺迷茫的，因为我觉得好像30+的女性啊，你要么成家，要么成功。我还想成功，但是我的身体吧已经有点跟不上了。我今年检查出了4个乳腺结节，就我现在想熬夜写个稿，都怕我的乳腺加的梗比我还多。不能熬夜了，但开始起夜了。我也没有想到成年人的松弛是从膀胱开始的。就以前我出差都是选那种靠窗的位置，我现在都只选过道了，不关心风光了，只关心膀胱。只要有一次我坐靠窗的位置，旁边的大哥半小时为我的膀胱起立了3次，我挺不好意思的。我怕大哥在想，虽然人有3级，但半小时3级，你是不是红果短剧？而且大数据也开始给我制造焦虑了，就经常会给我推一些医美广告，就恐吓我说老了之后会变老。但看多了还是会焦虑，我现在甚至都有点希望我足够老，就比如说我80岁，那我就不怕衰老了，我怕摔倒。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从哪摔倒，你还能从哪站起来，再燃一把。但80岁摔倒，我就只能再燃一把。很迷茫啊，但是一刷社交媒体就发现大家都好坚定啊。就我昨天还刷到一个帖子，那个标题是35终于知道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我点进去一看，他1月在东京，2月在巴黎，3月在南极。我就感觉他也不是35终于知道了如何过好这一生，他就是35终于知道了怎么报旅行团。我要是35像他这么过，我都过不到36。但前几天大学的闺蜜还发消息跟我说她羡慕我，说没结婚，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和你老公又吵架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少聊天了，因为之前有好几次我就发现她转头就跟她老公说了，就跟她聊一些心事和秘密，就连我有4个乳腺结节她都跟她老公说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男人是闺蜜她老公。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现在其实也挺迷茫的，就是我不知道留在大城市的意义，但是又不想回老家。过了一会儿她回我了，她说迷茫其实是正常的，我老公说了，你现在这种在网上有个说法叫做奥特曼时期。我跟他说，我说我知道迷茫是正常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34了还迷茫正常吗？过了一会儿他回了我一句，他说你还记得吗？毕业的时候你说你不想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我愣了一下，原来我现在过的就是我小时候想要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但也没有底。谢谢大家，我是菜菜。让我们掌声欢迎鸡翅。Hello， 大家好，我是鸡翅，很开心看见你们。其实颇有这个节目，去年第2季我就来过了，有看到过我的朋友们吗？有。谢谢，对，没有看的也可以去看一下，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第1轮就淘汰了，真的淘汰的很快啊！去年表现很一般，然后也收到了很多很温暖的恶评。有大哥给我主动发私信，跟我说兄弟，虽然你的段子不怎么好笑，但是你脸歪嘴斜，是脑梗的前兆。我当时听完还挺难受的，你知道吗？我还想阴阳他，我给他发信息，我说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结果他说我是脑梗。其实现在喜剧节目真的有点太多了，
每年夏天都能看到那种话，说什么就人生不能没有喜剧。我个人认为人生也不能有太多喜剧，洗不完。喜剧节目有点太多了，每年夏天对吧？拖油、喜单、喜人、奇妙夜、乘风破浪的姐姐对吧？一天一天很难受，这个我想上还上不了，你知道，只能来拖友。为了拖友这个节目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好几个月。节目开录前2周，5月1号，拖友的导演找到我，他说：“鸡翅，你这篇稿子找不到你当下最困扰的问题，要不你今年就先别上节目了。”我说：“导演，我好像找到我当下最困扰的问题了，给我个机会，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买了连夜飞过来上海的航班，大半夜就要开始打车。我这种生态位的演员经常要大半夜打车，你们有试过大半夜打车吗？什么司机都有，经常能打到那种特累快车。上去之后，有的司机老，有的司机累，开起车来老累了，真的太累了。有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抽烟，有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嚼槟榔。当然还有一种就比较健康，他一边开车一边睡觉，就很乖啊。哦，无人驾驶，也无人生还。哎，一开始我都没有发现师傅睡着了，我以为他听着那个 DJ 音乐在点头。后来发现他卡不上拍，跟我玩 layback， 一直对着方向盘磕头，那也太吓人了。我当时都替他担心，他要是一头砸在那个喇叭上，那不就把自己吵醒了吗？垂死梦中惊坐起，发现是自己吓自己。哎，我到后来真的忍不住了，我就尝试问他，我说：“师傅，你都这么累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呢？要是待会撞上了怎么办？”我没想到师傅听完之后特别冷静，回了我一句，他说：“撞上，那我就不收你钱。”划算，你知道吗？我也是那天才知道我的命就值45，早知道不用优惠券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跟师傅聊天，希望他精神一点。我在脑子里搜索中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我想了半天，我一紧张，我说：“师傅，你知道中东那个霍格沃兹海峡吗？”他说：“那个叫霍尔木兹海峡。”霍格沃兹是你们年轻人爱看那个泡泡玛特，我说那个叫哈利波特。全乱套了。我后来就上网查，总结了让司机大哥嗨起来的3大话题。第一，这辆车的续航真带劲。第二，前任也曾伤过他的心。第三，黑心资本家真是个狗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跟他聊，那天跟他聊完这3点，发现没用，因为当时已经4点了。这3点那波乘客已经聊过了，他有点脱敏了。我一直猜他喜欢他点不感兴趣，到后半夜我真的没招了，不知道聊啥了。凌晨4点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师傅，您相信妈祖吗？您对观音又有什么看法？”师傅听完更害怕，问我说：“小伙，你在干嘛？”我说：“哥，我在给你提神呢。”提神，你知道吧？真的后半夜，我真的跟他聊了各种事情，他都提不起精神。跟他讲了半个脱口秀专场，睡得更香了。到最后5点钟，我祭出大招了，分享给各位。我跟他说：“我说哥，等会儿高速费你来付好。”马上就醒了。提神不如提钱，就是那种感觉。哎，我有时候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还要开车？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然后拼命疲劳驾驶。我真想倡议一下，我们能不能让司机们多挣点钱？你没听见他们的呼声吗？我都听到呼声了。我说真不想死。真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问师傅，我说：“师傅，你为什么要开夜班车，不开白班车呢？”师傅跟我说：“竞争不过呗，还跟你说了也不懂，我们这个行业门槛低，
什么人都能进来。以前市场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开5分钟网约车。后来市场一乱，什么平台都在做网约车。我们老人根本竞争不过那些新的司机，规矩也多。开着开着，平台就跟你说，要不你今天先别上路了。师傅还跟我说，跟你说这个干啥？说了你也不懂。我说师傅不能说懂，感同身受。你现在还是不是经常要开那种拼车？那种稍微牛一点的人都去开专车。那个是真赚钱啊！开1个半小时不得收你280、380的？那个我发现我懂了，就是我跟师傅都是一类人，对吧？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活成一辆夜班车，就师傅他不是困，他被困住了。那天我真看进去了，你知道吗？我喊出了一句师傅开了4年电车都没有听到过的话，我说师傅你得加油啊，加油向前开。你看见前面的东西了吗？师傅也很紧张，前面不就2辆车吗？我说不是车，前面是我们的理想和未来啊。往前开，生活我不怕你。师傅当天也特别紧张，说：“哎，小伙子，我确认一下，咱们的目的地是那个白云机场 T2吗？”我说：“不是，是我的巴音布鲁克。”开！真的，最后这个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现在也到了我的巴音布鲁克。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在开着自己人生的夜班车，但是如果你们还在车里的话，放心往前开吧，天总会亮的。感谢各位今晚的到来，谢谢。让我们欢迎何鞋子。Hello， 大家好，我叫何鞋子。其实我很开心可以来上海给大家演出，但是上海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有点太新了。我现在走在上海的街上，有很多店我看不懂，很多店我从外面看上去不知道它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我有一天经过一家店，想进去点杯咖啡，最后剪了个头发出来。我现在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太新的东西，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今年40岁了。我最近有点叛逆。我前段时间想去纹身，但是我不知道40岁纹什么图案比较合适。我朋友说你这个年纪啊，可以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纹在身上。我最近真的一直想做一点改变，我想做一点出格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一直没有什么脾气，也没什么情绪。我现在讲脱口秀，其他演员对我的评价是我在台上太温和了，没有攻击性。我说啊，你们平时都是边演出边打观众吗？但是我这种性格真的很容易吃亏啊，我经常被别人插队，现在普通的插队我已经不在乎了。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在医院的自助机结账，那天队伍特别长，轮到我在操作的时候，突然有个老头走到我前面，把我的医保卡拔出来，把他自己的卡插进去，我以为他要请我。来刷我的卡。我不是没有被别人插过队，但是如此新颖的方式，我确实是第一次见。我当时真的很想骂他，但是因为我平时很少骂人，所以我当时只能想到一句话：你是不是有病啊？这句话在医院听起来很像在关心他。我最后没有骂他，因为他已经把业务办完了，跟我说轮到你了，我脱口而出谢谢。我回去就请教我身边骂人最脏的一个朋友，他教我一句话，他说如果别人插你队，你可以这样骂他：没事，您先来，我命长着呢，你着急去死，你排我前面，不要客气。这句话太长了，我现在的肺活量没有办法支撑我在骂人的时候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
所以一般我说到没事，您先来。其实我不是40岁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我从小就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我现在非常自洽，我现在吃亏之后有100种安慰自己的办法，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有的是退路。但是有时候我也很想强硬一把，很想强硬一把，特别是在早高峰的那种地铁，我在上班那种早高峰的地铁，有时候我真的也很累，我也不想给老头让座，但是我碰到那种老头真的非常凶，他会硬生生把我从座位上挤开，我真的很生气，他都不用上班。他挤早高峰的地铁就是去公园撞树的。我说你现在下车路边就有树，他还骂我。我当时真的很想问他，我说你知道你每个月养老金是哪里来的吗？我现在只想给小孩让座，因为我知道以后我养老金是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全家人都没什么脾气，我跟其他演员不大一样，我本来今年差点是上不了节目的。我原本跟腾讯这边已经定好了，就是要上节目，我把对面平台的节目也推掉了。结果半个月前，突然通知我说今年不让我录了。你们知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多难受吗？我为这个节目精心准备了2个张绍刚老师精妙绝伦的段子。我现在要去哪里讲？去他们小区门口讲吗？我老婆听到这个消息也很生气，她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报复他们。当天就把腾讯视频的会员取消了，想一想不解气，又给对面平台续了1年会员。我儿子也帮我出头，我儿子 QQ 秀现在没有穿衣服。我儿子就是在这种很平和的家庭氛围里面长大的，他现在性格变得跟我越来越像。他去游乐场玩那个滑滑梯也被别人插队，我有一次看到他在旁边站了10几分钟还没有轮到他，以至于后面来插他队的小孩都不知道他是来玩滑滑梯的，以为他在那边检票呢，你知道吗？而且我儿子他现在甚至不会跟别人吵架。有一次我看到他跟一个小孩起冲突，那个小孩在对面骂半天了，我儿子一句话都没有回，我在旁边都着急了。那个小孩骂的全是我。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还嘴？我儿子说你不是说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随便打断他吗？但其实我现在挺担心，因为我儿子这种性格以后出社会长大以后肯定会跟我一样容易吃亏。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很奇怪，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这个社会的有一些规则，它制定出来好像就是给好人遵守的，坏人是不用遵守的。所以我最近也希望我儿子可以强硬一点，我最近尝试开始教他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发现自己会的也不多。但你不会你也得教啊。我有一次骑电动车载我儿子经过一个红灯，当时没有车，然后大家都直接骑过去了。我知道教学时间到了，我也跟着骑过去了。我儿子在后面非常震惊，他说：“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我说：“没有车的红灯就是绿灯。”我儿子说：“那以后我是不是也可以闯红灯？”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心想我在干什么呢？我本来那个车已经快骑到对面了，我又退回去了。我儿子说：“爸爸，你怎么又闯红灯了？”因为会的确实不是很多，所以我最近也会从网上找一些素材给他学习。我最近给他看《古惑仔》，我觉得他应该了解一些这个社会的险恶，但是我发现我儿子他有点看进去了，他看山鸡跟陈浩南的目光有点太崇拜了，我怕他真学坏，就把那个视频关掉。但是我儿子有好奇心了，他就问我，他爸爸，就山鸡跟陈浩南他们2个最后结局怎么样？我当时看着他清澈的目光，我知道我这个回答非常重要。我说一个考上985，一个考上211。其实我有时候我是挣扎的，我是困惑的，我不知道我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有问题，我把我儿子教得太乖了，太好了，以至于他容易受到欺负。
但是有时候我又会想，我说他有什么错呢？他当一个好孩子有什么错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一个好人有什么错呢？所以今天最后，我想跟我儿子说几句话。我说你可以不用闯红灯，你也可以不用会骂人，你只要做你自己，你就做一个好人。吃亏了也没有关系，爸爸已经帮你想好了退路。爸爸这边有100种安慰自己的办法。很可惜，他可能没有办法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腾讯视频会员。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请郑宇潇。哎，谢谢大家，我是郑宇潇，你们好吗？我感觉我好老啊！哇，18岁，18岁那年我还在读书，我一直读到了去年。去年年底我博士毕业了。谢谢大家刻板的学历崇拜。我是一个医学博士。谢谢大家第2次崇拜。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博士这个 title 在医院里面相当于是 NPC 啊，很平常的。我现在发现，在脱口秀里也相当于是 NPC， 因为这个版本脱口秀最夯的是小齐。我白学了。哎，我从小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好学生，但是我不爱学习，因为我害怕考不好，考不好后果很严重的。小时候我爸跟我说，考不好我就打断你的腿。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但我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孩，而且数学还行。我想我应该只能考差2次。对吧？期中一次，期末一次。我妈跟我爸完全不一样，她不会这样的吓唬我，但是她说的话你仔细听，你仔细想，越想越吓人。她说平时就是要全力冲刺，放假还得要弯道超车。感觉我妈的教育理念就是4个字油门焊死。朋友们，弯道超车多危险！你们见过弯道超车的人吗？我在医院里见过，那都碎了。不要弯道超车，朋友们，很危险的。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小的时候不懂。高中的时候，当时就是想着弯道超车，报名了参加那个生物竞赛，想通过保送的方式上大学，走个捷径。那段时间真的是学得非常辛苦，没日没夜。我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在墙上贴着一行自己写的标语，叫9分耕耘1分收获。我就是想激励一下自己。我问我爸，9分耕耘1分收获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我爸说听起来像是拖拉机坏了。但其实我就是很想拼一把，努力一把。我不在乎耕耘和收获的比例了。别人背1个单词，我背9个。别人写一张卷子，我写9张。我当时想，如果我是孙悟空，每个妖怪我揍9遍，我刷分。如果我到西天，其实我已经经历了81难乘以9等于729难了吧？佛祖看见我的战绩吓一跳，我729，你能上清华？现在我离开学校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有那个好学生综合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我空闲时间我不学点啥，我就心慌，对吧？我做梦会梦到高考，我写段子会去共享自习教室，因为咖啡免费，我不会像那些明星一样去咖啡店写段子，我不会的，那是他们收入太高了。共享自习教室是一个什么地方？很神奇的地方，台灯啊，桌子，书，给我一种很熟悉的环境，很有安全感的感觉。那就不是一个教室，朋友们，共享自习教室就是好学生的阿贝贝。我在里面就很安心，而且很抽象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进了那个教室，你就是在 cosplay 好学生。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特别沉静。你考研，他考公，我考 back。
非常沉静。我在里面写段子写了3年，我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我感觉到最后那个店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前段时间拉着我的手说：“哥们儿，3年了，还没上岸吗？”没上岸，今年上线了。没有。我确实和普通人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再举个例子，我刷那个手机短视频，会刷到奥数题。你们没刷到过很正常，很正常，因为你们很幸福。我的原生大数据已经不幸福了，已经被我的童年阴影所污染了。我跟你们描述一下在手机上刷到奥数题的感觉吧，就是如果你隔着这个手机屏幕看到一道奥数题，就很像是你去动物园隔着这个玻璃看到狮子老虎是一样的。共同点就是如果没有这层玻璃呢，我就死了。有这层玻璃我就很有安全感，我甚至可以看得津津有味。我说这道题，你看这道题多凶啊！我说你看这个数列，哇，列。你们还记得我说过我不喜欢学习吗？但是没办法，大数据猜我喜欢。我告诉你们，他猜错了。我其实不是喜欢，我是害怕。我害怕万一这道题以后我能用得上，所以我刷到奥数题的时候，我会点个收藏。这个不变态，朋友们，咱们都干过类似的事情。真的，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就是放假的时候把学校的书都带回家，开学的时候再原封不动的带回去，对吧？你知道你不会看，但是你当时心里想的是万一呢？万一我玩到一半突然想学习了呢？所以我的收藏夹里现在都是各种万一，除了奥数题以外，还有词根词缀、荒野求生、有氧跟练、维修家电。这个收藏夹放在古代那就叫齐民要术，现在就是我的传家宝。我可以一直往下传，我不看没关系。万一哪一天我的一个后代他遇到了万一的那件事情，他一定会打开我的这个收藏夹，看见我收藏的视频，然后一看，哇，视频已失效。我是2020年的10月7号第一次上台说脱口秀，那真是我1万多天的人生里面最特别的一天，因为那天是个开放麦，我只说了5分钟，但是忘词了3次。朋友们，你们知道脱口秀演员忘词，台下会笑得更开心。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耕耘全是收获。我最大的收获是啥？就是如果说优绩主义是种病的话，没关系，喜剧能治。所以说我最近看到最好笑的一句话来自于这个节目的 repo， 说这个节目是喜剧高考，荒谬。ridiculous， 还喜剧高考，这边好多人都没有去过高考。我讲了几年脱口秀，后来我跟我爸说我想说脱口秀，他说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那你打吧，我现在翅膀硬了，能飞了，有的鸟是没有腿的。我爸想了很久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以后咱们家亲戚看病还能找你吗？朋友们，我学了15年的医，我当了7年的外科医生，我去年辞职了，全职做喜剧。哇！不用挖，不用挖。朋友们，弯道上的风景也不错，也不错的。我辞职的时候，我当时想，医生这张卷子，所有会做的题我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题我允许自己空着。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想空着的题，可以空着的。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看着手里只有那半张卷子，我很高兴，我对自己终于说出了那一句：交卷。谢谢大家，我是郑潇。掌声欢迎晨曦。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搞建筑设计的，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们这行最近行情很差。我第一次意识到行情很差，是我发现我老板的微信签名从签到酬勤
换成了菩萨保佑，你就知道这把完了。但我现在我也不干了，因为我觉得我这种小县城的不适合学建筑这种高大上的专业。大一刚进去，老师让设计别墅，问我有没有见过，我说我邻居家就是，3层大欧式，门口2根大柱子，老师说停，那个叫农村自建房。没见过别墅，我对别墅了解就一个字：大。当时我在图纸上给主卧直接弄了80平，你就说大不大？老师让画上家具，我就按照我家，往里面画了1个床、2个床头柜、1个衣柜，前面1个大电视，完事儿。我的设计理念就是我爱我家，但老师说图纸上还是显得很空，我不知道还能画啥家具，我就想到以前做题的经验，就你可以不会，但得想办法填满。我就在图的空的地方写字，主卧。老师也说是得写字，不然人都看不出这是主卧。客厅我弄了200平，往里面画了1个茶几、1个沙发，前面1个大电视。我们家到哪都得看电视。空的地方还是写字，多功能会客厅。为什么不写客厅呢？因为空的有点太多了，只写2字填不满。别墅里有很多房间，得在图纸上给各个房间都写上对应的功能，我又不知道里头有啥功能，当时就瞎写，厨房、书房，次卧，次卧。老师说我设计的是群租房。说在我方案里看不到优越的生活，只有对做房东的渴望。他当时还尝试引导我说，你就想想，如果以后你有钱了，你会怎么设计别墅？我说如果我有钱了，我会找人设计别墅。我后来自己找了个别墅的案例，我说得看一看学一学，但我发现上面功能多到我真的难以理解。有一个房子里它有一个中餐厅，还有一个西餐厅，我说吃个饭为啥分那么细啊？我在家里吃干煸牛肉，咬了口发现带血，说别急，先拿到西餐厅。这是5分熟牛排，不能理解。而且那房子里居然还有一个冥想室，我说你要干啥呀？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冥想的话，你可以先坐在中餐厅里想一想，还需不需要那个西餐厅？好不容易做完功能，老师又教我们别墅的造型，给看了很多张那种纯白色的房子，说这叫极简主义。我说这不是叫毛坯吗？老师说极简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还问我们谁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人物。我说5月天的阿信，因为他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不会做造型，当时就是在客厅外面正常开了几扇窗，防盗窗。老师说不用防盗窗，反正你客厅里就一个沙发，看着跟被偷过的一样，你还整个防盗窗，感觉你别墅应该再配个卷帘门，门一打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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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人以为哪个卖包子的开门了。但老师说完之后，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他说的跟我邻居家一模一样。他建议我设计成那种落地的玻璃窗，说这样可以模糊室内外的边界，从室内可以看到室外的景色。我没见过这种，因为我们家旁边都是房子，谁家如果弄了那种落地的玻璃窗，他家就是邻居的景色。他家如果再有个小孩，那真是大家看着长大的。而且我想，小孩住这种房子真的会开心吗？有没有可能某天晚上他妈回家问他写没写作业，他说写了，旁边邻居在外面喊他没写，帮你看着呢，看一下午喜羊羊。我的想法就是和很多同学不一样。当时一个同学把2楼的屋檐做得特别长，说可以挡雨遮阳。我说啊，真的不考虑再挂点香肠吗？不光得做别墅，还得参加一些很虚无的竞赛。大3那年，居然让我们用建筑解决战争问题。我说什么建筑还能解决这事呢？我只知道人打仗炸的就是建筑呀。我唯一想到建筑解决战争的方式，就是在2国交界处盖一栋楼，上面挂满大喇叭，等到打仗的时候24小时循环播放。
你们不要再打了。我知道建筑解决不了战争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我希望在每个房子的地板底下植入那种智能的弹射芯片。如果听到有人在屋子里面总研究要打仗，地板直接给它发射出去，想打哪给它发射到哪。我把这种传送技术命名为 Air Drop。我当年选这个专业，其实因为家里面人的认知有问题。高考结束之后，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学啥。我爸有天过来跟我说：“你不用纠结，你就学建筑，咱们要搞大基建，房地产肯定好，房子还能不盖了不成？”现在发现能，而且我觉得建筑这个词它就属于大城市。我们县城都说盖个楼，我们家人到了上海的陆家嘴也不会说哇，都是地标性建筑啊，只会说哇，这楼真高呀。这要是屋檐都伸出来，得挂多少香肠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欢迎文俊。大家好，我是文俊，我今年48了。这几年我一直被一个老男人所困扰着，那就是我爸。我爸今年78，单身独居很多年了。这几年他一直想给自己找一个老伴儿，一直在寻找，但是从未获得过。老年人交友相亲主打一个真诚直接，年轻人用的那些招数，暧昧、试探、拉扯，他们都没有时间用，他们要在最有限的时间里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剩余价值。我爸虽然年龄大，但身体好，退休金高，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老头子，他就是一个好投资。按理说他应该不难找，但是我爸每次提出要跟老太太结婚的时候，老太太就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想当免费的保姆。”我爸当即表示洗衣做饭我可以自己干，老太太也不同意，人家特别清醒。大家突然意识到，就心情愉悦不是因为广场舞，而是因为没有老头子添堵。可以说现在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只讨论爱，不定义关系。我爸实在没招，就让我帮他找。我现在人到中年，我就是中年危机啊，上有老下有小，我要防小的找，还要帮老的找，我人格都要分裂了。我是妈妈，我是女儿，我现在又要是小蝌蚪，为了我的爸爸出去找妈妈。我其实特别赞同我爸给自己找一个老伴儿。我是个独生子女，我平时也有一家子的事儿，我也希望他能有个老伴儿，能陪他说说话。但这个事儿真的不容易。我爸今年78，这个岁数很尴尬，主要是不确定性太大了，就怕老太太刚买进就跌停。我爸随时会停。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就您现在这个岁数，留给你的老太太已经不多了。你想找个什么条件的，可以说一下。”我爸特别认真，一个是不能比我大太多，一个是不能比我小太多，还有一个我想找个聊得来的。我说你这是想找仨吗？犯法。我爸说你什么脑子？我说的是一个。我说3高的好找，你这3个要求也太高了吧？身体健康，年龄相当，还能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啊？我爸说要不就一个条件，单身独居，最好儿女不在身边。哎呦，我说你想好事儿去吧，老头，人老太太单身独居，不用伺候儿女，就为等你吗？就但凡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老太太，人家广场舞都不用跳，人就藏起来偷着乐，人干嘛找你个啰里吧嗦的老头子添堵呢？我爸说我可以尽量少说话。我说就算你是个哑巴，就你光做那个表情，人老太太都觉得是噪音。我现在想哈，找对象一定要趁早。年轻人找对象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到了78岁找对象，包含年龄全是问题。你看我们给年轻人的祝福都是祝这对新人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我们给78的祝福是祝这对新人早睡早起，白天多晒晒太阳，永不心梗。
但是我爸找对象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不用担心彩礼。大年初三他不用去看他老丈人，他随便找个路口他就看了。我说爸，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但是2个人在一起未必过得就好。你看我现在为了家庭，我还要出去说脱口秀，我辛辛苦苦讲1年，顶多挣个1.8万块钱。我爸听完了没说话，直接塞给我5万，说你先拿着花。我说爸，这是钱的事儿吗？不，这是父爱。父亲的爱情很重要。一个78岁的老头，坚定目标，积极进取，迎难而上，内里有乾坤，心中藏世界。78正是找老伴的好年纪啊！我说爸，你给我指个方向。他说中介。我亲自到了那个婚姻恋中介，一进去人就热情地招呼我：“阿姨，你想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我说我就是孩子。我说78岁独居老头想找一个同居不领证、搭伙过日子的阿姨，人家说有，管吃管住，月薪8000。我说8000凭什么？凭什么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人家说凭不领证，凭不分你们家家产呀。我说我雇个保姆也花不了8000吧？他说对呀，人家保姆有下班的自由，搭伙过日子出卖的就是自由。哎呀，忽然有点上头。虽然不懂，但是就是觉得有道理。每天干家务还要陪老头，我觉得8000一点都不贵。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又问，我说那么就没有同龄的阿姨想找一个搭伙过日子的老头吗？他说有，但是您的父亲已经超龄了。我说这个赛道也这么卷吗？他说78岁的阿姨一般要求男方的年龄不能超过70。我说70就是老头的斩杀线吗？他说不是斩杀线，70以上身体健康还能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啊？阿姨也喜欢弟弟。人生几何呀，我没有想到最后我爸还是败在几何上了，反而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赛道。我今年48，我再撑30年，8000弟弟，这是不是一个可能三角啊？哎，我到时候退，我能出去挣8000；我进，我可以找一个小老登。他们找我也是大年初三，他们也不用去看他丈人。我回到家，我看我爸正在做饭，我看着他那个佝偻的背影，忽然鼻子一酸，我觉得我爸爸太孤独了，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我说爸，你怎么这么早就做饭？他说广场上有个老太太等他跳舞。我看着我爸现在的样子，我就想我以后的样子。等我78，我也特别孤独，我也需要陪伴的时候，我的孩子会不会觉得我是个麻烦？哎，他们会不会像我今天这么懂事儿，也提出来主动给我找一个？那我肯定就一个条件，给我找个岁数小的。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那时候那么大岁数，我找个弟弟，别人会怎么看我？爱怎么看怎么看，随便找个路口就看了。谢谢大家，我是文静。